洛野在家里打游戏，突然2个警察走了进来，和善的给他戴上了手铐，邀请他坐警车自驾游去派出所。这是他第一次来派出所，还是被抓来的，全程一脸懵逼，坐在审讯室。洛野瞪着眼睛，无辜的看着眼前的警察小哥哥。姓名、性别、职业。我叫洛野，男的，是一个学生，在哪上学？江城大学，明天去报名。小伙子长得挺帅，看上去倒也不像会犯错的人。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吗？不知道。那就解释你为什么私闯民宅吧。啥私闯民宅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教师公寓5栋4单元604？604？那我家呀。小伙子，这是警察局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老实交代。你为什么在604？那真是我家，为什么说实话没人信呢？难道他美好的大学生活还没开始就要蹲局子了吗？604的业主是江城大学的一位教授，这位教授将房间租给了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是女的，不是你。租教授？那位教授是不是叫顾明轩？哟呵，调查的还挺仔细。顾明轩是我哥。我再说一遍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你姓罗，他姓顾，边瞎话边到警察局来了。这个时间顾明轩应该在飞机上，手机关机，所以警察联系不到他。洛野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经过，因为他哥顾明轩是江大的教授，他来江大干啥都方便。但是没想到他哥把他扔在江大后，就坐飞机出国攻读第4个博士学位去。距离开学还有1天，所以他就去了学校分配给他哥的教师公寓，就是5栋4单元604。也就是说，那间房子已经被我哥租出去了，还租给了一个女生。那女生回来后，感到自己家里有动静，就悄咪咪的出去报了警。一波分析事件水落石出，洛野恍然大悟。顾明轩6个小时的飞机，现在至少还要3个小时落地，难道我要在警察局里蹲3个小时吗？很快，一个年迈警察走了进来，看上去很有阅历的样子。年轻警察让出了位置。所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所长，派出所老大亲自来审我。这下哪怕洛野真没犯事，心里也有一点点小担忧。只不过老警察不是审洛野的，而是带着一份资料扔给小警察。这是洛野的资料。他是烈士之子，父母都是警察，牺牲在任务中，由小姨抚养长大，是顾明轩的表弟小伙子。这次是我们误会你了。没事，江大也是名校，以后好好学习，报效国家。洛野点了点头，然后拒绝了所长亲切的留宿邀请，只是吃了顿晚饭就出来了。明天就开学了，学校附近的酒店都被住满了，而教师公寓肯定是回不去了。这叫什么事儿？我跨越1700多公里，从京城来到江城上大学，还没开始就去派出所办日游，晚上还没地方住。很快一阵凉风吹过，毛毛细雨落在洛野的头上。洛野躲在一棵树下，他掏出手机，点开了跟女神的聊天界面，将今天的事情分享给对方，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他。洛野翻看了聊天记录，随后叹了口气。自从我将考上江城大学的事情告诉女神后，对方就没有回复过我了。也许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自作多情吧。可是他当年明明答应我的，只要我考上江城大学，就答应和我在一起的呀。哎，话说江城的雨还真是多呢，还是先找个网咖凑合一下吧。洛野拿着身份证，开了一台电脑，打开电脑，洛野点开了西红柿小说，开始码字。说起来，洛野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网文作者，笔名落叶归根。暑假3个月的时间，他的第一本恋爱小说火了。他如今的稿费十分可观。第2天，洛野来到了教师公寓，看着眼前604的房门，洛野轻轻地敲了敲。奇怪，人呢？犹豫片刻，洛野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，自己昨晚留在这里的行李箱还放在客厅中，上面还有一张留言条。抱歉，我也是最近刚租这间房子，因为房东已经出国了，听到屋子里有动静，我以为是小偷。我昨天打游戏太认真了，连进来人都不知道，也活该自己被抓起来。洛野把纸条塞进了包里，然后离开了这里，前往江城大学的校门口。是学弟吗？录取通知书看一看。计算机专业洛野。来，学弟，跟着学姐走。在学姐热情的带领下，洛野完成了报名，找到了自己的寝室8栋515。未来的3个室友还没有来。外地新生9月1日报名，省内新生是9月2日。难不成就我一个外地的呀？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一看来电人是顾明轩。靠！造成这一切的幕后元凶终于知道给我打一个电话了。小漏，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，教师公寓你别去了，我出国这2年期间把它租出去了。我昨天去了。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，就是给我整局子里了。呵，不愧是他，小漏，他是我学生，在江大，你以后早晚会认识他。小姑娘挺不错的，就是性格不太好相处。挂断了电话，洛野走到了阳台，一缕阳光照射进来。雨停了，出去溜达溜达吧，正好也能熟悉熟悉环境。图书馆入口前，看着眼前的人脸识别们，洛野陷入了沉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漂亮的学姐从洛野身旁路过，手中提着的白色电脑包也带着些许水渍，很明显是刚刚淋着雨进来的。学姐，你在叫我？学姐能帮我刷一下脸吗？女生微微一愣，她站在人脸识别前，下一刻电子门禁打开。你先进。谢谢学姐。洛野像个害羞的大男孩一样走了进去，女生诧异的看了一眼洛野，没想到他叫住自己竟然真的只是让我帮忙刷一下脸而已，很独特嘛。今天碰到了5个新生，前4个都是要联系方式的。周周，走那么快干嘛？另一个女孩小跑了过来，相比于前者，这个女孩并没有那么惊艳。新生的事情比较多。说起来，昨天那件事情的后续是什么？小偷有没有被绳之以法？一场误会，警察已经把前因后果跟我解释了一遍。
图书馆内，洛野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看时间，这么快，竟然过去了2个小时。今天的码字任务结束了，先回寝室吧，看看室友们有没有来的。洛野走出图书馆，此时外面又下起了小雨。这就是南方的天气吗？如果军训的时候也这样天天下雨就好了。身后帮他刷脸的那个好看的学姐也走了出来。秦玉文看了一眼苏白舟，然后他望了望外面。周周，要不我们在图书馆待一会儿，等雨停？不了，新生那边有个东西需要我到场过目。文文，电脑帮我看好。哎，周周，你真缺啊！这时已经走出图书馆的洛野突然感觉到身后有动静，他回头一看，发现那个学姐正急匆匆地走。原本的小雨越来越大，此时已经变成了倾盆大雨。苏白舟用双手护着头，但如此大雨，2只手根本就挡不住。见此一幕，洛野追了上去，把伞撑在苏白舟头上。学姐，谢谢。突然一道惊雷响起，本来急匆匆的苏白舟一下子呆在了原地。学姐，洛野发现学姐不动了，疑惑地看着他。这个好看的学姐原来害怕打雷啊！抱歉。学姐，去那边躲一下雨吧。苏白舟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在伞底下跟着洛野一起走。2人站在教学楼1楼的走廊中，开局就把我送进局子的学姐，此刻却像小猫一样蜷缩在我的伞下，而且雷声每响一次，她就离我更近1分，这让活了18年一场恋爱都没谈过的我格外紧张。要不要说点什么？洛野偷偷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学姐。学姐，你今年大几啊？大3。学姐，你哪个专业的呀？计算机。空气中弥漫着一阵尴尬的气息，洛野十分不擅长应付女生，苏白舟也觉得很尴尬，所以他选择了不说话。早知道我就应该和秦玉文一起留在图书馆等雨停的，这该死的天气预报也没说是雷阵雨呀。洛野习惯性的拿起手机，他看了看跟女神的聊天界面，犹豫片刻退了出去，随后点开了爱吃火锅的聊天界面。这个人是洛野以前跟他哥顾明轩打游戏时，顾明轩拉进来的2个朋友之一。后来洛野发现他打的确实很厉害，就主动加了联系方式，没事就一起打打游戏聊聊日常。下一刻，苏白舟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拿起一看。他转头看向洛野，随后默默开启静音模式。苏白舟很配合地转过头，假装在看外面的风景。果然啊，这个世界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竟然真的是他跟顾教授弟弟的第1次见面，竟然是这种情况。一阵冷风吹过，洛野浑身一抖。洛野回头看向学姐，不假思索地把外套脱下去，披在了学姐身上。谢谢。这场大雨只下了20分钟，苏白舟没有再说什么，一脸平淡地离开了这里。看着学姐的背影，洛野忍不住痴迷起来。好漂亮的学姐，就是性格有那么一丝冷漠啊。这么好看的学姐，应该早就有男朋友了吧？洛野提着伞走出了教学楼，回到了寝室，发现寝室竟然来人了。是室友吗？你好，我叫李浩洋，土生土长的襄城人。你好，我叫洛野，京城人。京城兄弟，大城市来的。你们本地人不是明天开学吗？你咋今天就来了？嗨，我家就在附近，闲来无事，我寻思就先把行李搬到寝室，没想到竟然下雨了。没带伞吗？我带伞了的，但是在学校门口那边看到一个小妹妹在淋雨，就把伞借给她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我以为那是个小妹妹，身高才1.5米出头，结果她竟然提着行李进了咱们学校，我还帮她搬了1路的行李。我一直以为南方人身材娇小，没想到浩洋兄如此健壮啊！2人有说有笑，寝室里有个伴，洛野的心情也愉悦了起来。第2天，寝室内的其他室友也陆陆续续的来报道。帅得掉渣的沈乔，名字亲切的王大锤。等李浩洋醒了后，4个人一起去了学校的食堂。听说明天就要军训了，怕什么？军训锻炼不好吗？4人坐在3食堂的角落里。尽管如此，沈乔逆天的颜值还是引起了不少女孩子的侧目。一个女孩子红着脸走了过来，同学，我可以要一个你的绿泡泡吗？抱歉，我有女朋友了。我的天，怎么就没有女孩子找我要微信？想要女孩子找你要微信，那就要锻炼啊！拥有完美的肌肉，被女孩子喜欢是必然的。话说沈乔兄，你真的有女朋友了吗？我有女朋友。你们知道咱们江大的美女排行吗？不知道。小伙子，你很懂事吗？咱们江大每一个学院都有一个院花，比如经管的院花是咱们的大3学姐，叫做秦玉文，位居江大美女榜第4位。怎么叫语文？为什么不叫数学？这名是不是有点草率？谐音而已，你叫真什么？江大的贴吧里有秦学姐的照片，那长得是真的漂亮啊！王大锤拿出手机，把秦玉文的照片放了出来，但照片中却意外拍到了另一个女生，女生只露了个侧脸，但依稀能看出其绝美的容颜。这好像是昨天那位学姐。乔洛野的眼睛都直了。洛野兄先说好了，秦大院花是我的，你少动心思。切，你也配？你说什么？大锤兄绝配，顶配。最后一张照片，秦大院花旁边的女生是谁啊？那位可是如今江大的明星人物，她叫苏白舟。不过我劝你还是少打听的比较好。她是计算机专业的才女，她还拿了很多奖项，带领计算机系成就了如今的辉煌。不仅顺理成章的成为江大学生会的会长，还获得了保研的资格。听说她的性格高冷无比，无数向她表白的勇士没有一位成功晋升。所以你别想了，这样的天骄之女，咱真不配。这位学姐好厉害，确实优秀。洛野陷入了沉思，他回想到那天躲雨的场景，那天遇到的学姐竟然这么优秀呢。
不过她没有男朋友。咱们新生之中也有一个大美女啊，据说是新生校花，名字叫做唐恩吉。虽然不如苏白舟，但也只是差上那么一点点而已。王大锤说着，却发现洛野的表情变得有些黯淡，顿时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夜娃子，别灰心，等我把这些女神一一拿下，然后分你一个。”去你的！饭后，几人领完军训服，几人来到教室里并排坐着。计算机系计算机网络一班，洛野4人都是这个专业的。一个年轻面孔的人走到了讲台上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未来4年的辅导员陈雄健。我知道大家都是第一次上大学，巧了，我也是第一次当辅导员。你们是我带的第1届学生，老师也是刚刚研究生毕业，小生不才，勉强成为大家的辅导员。接下来的4年，咱们一起学习。今天主要是咱们互相介绍一下。从明天开始，大家会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军训，因身体问题不能军训的人一会儿跟我说一声，我统计一下。另外，军训结束后会进行班委竞选，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暂时选出一个代理班，有没有哪位同学自告奋勇？同学们议论纷纷，身旁的王大锤捅了捅洛野：“你去。”洛野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王大锤：“你让我当代理班长，太狗了吧你！”半分钟过去了，班级上还是没有人愿意举手。他们知道代理班长以后不一定就能成为班长，还要处理军训期间一些繁琐的事情，吃力不讨好，自然没有人愿意揽下这个职务。陈雄健的目光一望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肌肉发达的李浩洋。第4排左边第1个同学，你是退伍军人吧？我不是啊。你这么壮实，老师还以为你是退伍军人呢。那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代理班长就由你来做吧。大家刚刚也看清了这位同学的样子，军训期间的大小事可以先跟他反映，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来找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位同学你叫什么？老师，他叫李浩洋。王大锤大喊道，一副为兄弟2肋插刀的样子，无比亢奋。大家扫一下班群2维码，然后没啥事就可以回去了。李浩洋在班群里统计一下不能军训的同学名单。好吧。李浩洋表示很无奈，全程他连拒绝的时间都没有。长得壮的肌肉室友竟莫名躺枪成为了代理班长，老师甚至连给他拒绝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把军训的事情交给了他。室友一脸懵逼的坐在那里，嘴里已经将辅导员的全家问候了一遍。因为这个代理班长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不仅得罪人，最后还不一定成为正式的班长。娘的，辅导员这招玩得高啊！回寝室吗？回个屁，去操场看妹妹啊！我就不去了吧，我这宛如男明星般的颜值太过于招蜂引蝶了。少臭美吧你！王大锤一把拉住了沈乔，几人有说有笑的来到了操场。果不其然，沈乔出现在操场的那一刻，就吸引了所有操场妹子的目光。要联系方式的女孩子一波接着一波，这有点夸张了吧？操场上的女孩都看不到英俊潇洒的大锤哥吗？我们小鲜肉洛野和健身教练都还没说话呢，你哪来的自信说自己英俊潇洒？沈乔反驳的毫不留情。王大锤一听，立刻转头准备反击，可是迎着沈乔那张帅气逼人的脸，他逐渐痴迷了。我靠，什么眼神？滚开！老子就开个玩笑，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男人吧？走走走，我领你去那边看看。秦玉文敷着面膜刷着手机，突然看到江大表白墙上挂着一张男生照片。我去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全方位无死角男神啊！周周，你快来看，咱们学校什么时候有这种帅哥了？苏白舟没有搭理秦玉文，依旧只顾自地看着自己的书，他对男人没有兴趣，一点也没有。周周，来看看吗？他真的很帅哎，万一你就看上了呢？咱们不能真的单身一辈子，一个男朋友也不找吧？秦玉文把手机放在苏白舟面前，苏白舟用敷衍的目光瞟了一眼，突然他愣了一下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沈乔的照片，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沈乔的身上。我去，周周，你竟然看男人失了神，是不是对男人感兴趣了？没有。装接着装，刚刚那个看男人的难道不是你？冰山美人终于也要迎来春天了吗？什么男人？你就装吧你。但是那个男生确实好帅啊。秦玉文又看了看手机里的沈乔，才舍不得关上了手机，打算去洗漱一下，却突然发现身旁的洗衣桶里有一件男士外套，而且那个洗衣桶还是苏白舟的。周周，比刚才高了好几个分贝的声音从浴室传来，苏白舟的手微微一顿，他突然想起来那件衣服还没洗。问题不大，秦玉文蠢萌的，很好敷衍。周周，那男士外套是谁的？你猜，快说。我自己买的。我不信。秦玉文表示这样很难受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而男士外套真正的主人这才悠哉地回到宿舍，让我见识一下我3个儿子的实力。上号兄弟们！几人纷纷打开了手机，并且都在吹嘘自己有多厉害。可当洛野进入队伍的那一刹那，3人的手机冒出一阵金光，差点闪瞎了几人的狗眼。宿舍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。我靠，你丫的就是淘汰榜1无敌战神落叶归根。大佬求带，我也想上战神。4排走起，军事基地求干。我靠，金色传说。愉快的夜晚在几人兴奋的开黑中结束，其他几个室友开始了呼呼大睡，而洛野打开电脑开始码字。少息立正，军姿30分钟，让我看到一个人动一下加5分钟。众人苦不堪言，而洛野4人都快睡着了。昨天开黑打游戏，一不留神就打到了凌晨4点，然后6点半起床集合。教官在方队中行走，一双犀利的眼睛四处观察。突然他皱了皱眉头，站着都能睡着，这位同学。男生瞬间惊醒，和教官对视在一起。王大锤下意识喊起来：不对了，啥情况？我不是在床上吗？怎么就站军姿了呢？周围人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教官沉默不语，慢慢的笑声消失了。笑啊，都不笑了是吧？军姿加战半小时，这位同学貌似不太清醒，去操场10圈，我让你清醒清醒。教官15圈，收到。可怜的锤兄，全体原地休息10分钟。落叶直接瘫坐在地，通宵熬夜加军姿1小时根本遭不住。不一会跑完15圈的王大锤也走了过来。锤兄你还好吗？王大锤迷茫的抬起头，面无表情的看着落叶，一副被玩坏了的样子。见状，落叶急了，他摇晃着王大锤的身体。锤兄坚持住啊！王大锤丝毫没有反应，他低着头，嘴巴蠕动。15圈下来，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是飘着的。锤兄，你说什么？口渴还是饿了？落叶把耳朵贴近王大锤的嘴边，认真的听着他在说什么。我要妹纸。你大爷的！突然，王大锤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眼睛都直了。落叶顺着他的目光一看，只见不远处一个女孩子给李浩洋递了一瓶脉动。我靠，狗儿子竟然背着我泡妹子！锤兄息怒啊，别破坏了浩洋兄的终身大事。落叶拉着王大锤，却发现另一个方向更夸张，一群女生把沈乔围得水泄不通。男神，喝我的，我买的蜜桃味的脉动。男神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军训方队仿佛追星现场，看得观众席上的军训总指挥一愣一愣的。关键时刻，教官大喊一句，全体起立，方队排队，所有人站回了原位。军训一训就训了一整个白天，直到晚上才进入了节目表演环节。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才艺表演？我们要看单挑，究竟是教官的军体拳厉害，还是我们的健身教练厉害呢？单挑练，我们要看单挑。教官看着李浩洋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既然大家都想看单挑，那这位同学，你站起来吧。又来，从班上到军训方队，我不是在被点名，就是在被点名的路上。以后上课会不会也一直被老师点名？李浩洋想着，但是还是麻溜的站了起来，走到了教官的旁边。说是肌肉男，但其实李浩洋的身材也就比教官强壮一点点，再加上教官的军体拳早已出神入化，3两下，李浩洋同学很悲催的被教官拿下，然后一脸难过的坐了回去。你没事吧？说话的人叫做柳冰心，就是上午给李浩洋送脉动的女孩。此刻她坐到了李浩洋的旁边，脸上满是担心。没事。落叶和王大锤也坐到了李浩洋旁边。至于沈乔，他四周坐满了女孩子，想逃却逃不掉。教练啊，讲讲呗，跟这位美女咋认识的？上午我去给室友买水，结果有一个室友不喜欢喝脉动，看李浩洋同学似乎有些渴了，就卖给他喽。原来是卖水啊，我还以为我儿子要脱单了呢。小姐姐哪个专业的？鄙人王大锤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叫柳冰心，多媒体2班，乐城人。乐城啊，我听说过你们那的乐城大火。王大锤和柳冰心有说有笑，中间还隔着一位憨厚的李浩洋。李浩洋可能把情商全点在了肌肉，一脸憨憨的左看看右看看，也插不进去口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两人聊天。落叶在一旁撑着下巴，聚精会神的看着正在表演唱歌的男生，脑海中闪过那天和那位仙女学姐躲雨的场景。落叶不自觉的站了起来，在那位男生唱完歌后接过了话筒，正聊得热火朝天的王大锤惊呆了：“你小子还会唱歌？”我军训晚会的一首《雨天》就征服了全场所有人，不仅室友站在台下高呼，像极了10年铁粉，就连表白墙上的头条也都是我的名字。听着这磁性的声音，仙女学姐第2次为我失了神。我就说吧，周周，就算你是冰山女神，也不可能不喜欢歌声的。而且这个唱歌的男孩子还有点小帅哦。苏白舟没有听秦玉文在说什么，只是仔细听着视频里面的歌声，因为只有他知道洛言所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意思。雨天吗？那天伞下。军训终于结束了，8栋515寝室洛野4人极度兴奋。度过了军训，他们美好的大学生活才可以说是真正开始。聚餐，浩洋兄，江城这地方你是本地人，有没有什么推荐？当然有，我带你们去健身房楼下的餐馆吃营养餐。你大爷的，野娃子，我们3个都是本省人，只有你是外地的，这顿饭吃啥你来决定。那就吃火锅吧。OK， 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，火锅走起。4人前拥后簇的走出了宿舍，打车去了学校附近评分最高的一家火锅店。有没有不喝酒的？都是兄弟，第一次聚餐，我看谁敢说不。515的第一次聚餐怎么可能没有酒？来，老板，给我们1人上2瓶啤酒。2瓶，区2瓶，对我堂堂北方汉子来说，根本就是开胃菜罢了。你就吹吧你，我还能说我能喝10瓶呢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是兄弟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3人结拜为异姓兄弟。大哥，二弟，三弟，二哥，大弟。沈乔看着勾肩搭背的3人，十分无奈。说好的北方人的酒量呢？区10几瓶就不行了，看来我沈乔才是最能喝的那个。突然，王大锤看着一脸淡然的沈乔，满脸通红的走了过来。沈乔兄，我才是515的颜值担当。那当然非你大锤兄莫属。但吹了这瓶酒，谁喝不下去，谁就是儿子。说完，王大锤对着一瓶勇闯天堂就往嘴里灌，喝了2口后，他喝不下去了。我王大锤愿赌服输。见状，沈乔有所预感，默默打开录像。大爸，我没听清。大爸，来，龟儿子。说着，沈乔发现王大锤低下了头，他心中突然有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凭借着对危险的预警，沈乔后撤了2步。下一刻，王大锤直接在原地吐了起来。我尼玛，服务员！沈乔随后打车带着3人回寝室，在出租车上，王大锤突然又低下了头。别吐车上，
好在王大锤还算有点意识，他迅速摇开车窗，露出了一个脑袋。几经周折，四人终于回到了学校。沈乔左手扶着李浩洋，右手扶着王大锤，艰难地朝寝室的方向走。身为酒量比较好的北方人，洛爷已经清醒了一些，屁颠屁颠地跟在三人身后。突然他停住了脚步。怎么了？人有三急，我清空一下水箱去。洛爷左看右看，完全找不到厕所的位置，觉得教学楼里肯定有厕所，便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。走进去，洛爷一拍脑门：靠，我还没上过课呢，这教学楼厕所在哪呀？教学楼门口，苏白舟提着包，穿着礼裙，独自一人走出了教学楼。学姐，有一丝丝熟悉的声音在苏白舟耳边响起，他转头看去，洛野正憨憨地站在一旁，样子有些傻呆呆的。你在叫我？我想去厕所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嘿嘿。进去之后右转，一直走就是卫生间。谢谢学姐。这句谢谢学姐倒是不会接吧？洛野从厕所里出来，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。我刚刚好像见到了仙女学姐，还跟她说话了，错觉吧？洛野刚否定内心的想法，就在走出教学楼的那刻，发现一个绝美的身影站在教学楼门口。真的是仙女学姐。喝酒了？闻言，苏白舟脱下了自己的白色外套，披在了洛野身上。你的那件黑色外套我没带，所以这件不用还给我了，就当补偿吧。苏白舟刚下晚自习，在教学楼的厕所里换上了礼裙，只是没想到第一个见到她穿礼裙的人是这位小学弟。说完，苏白舟转身离开，只留给洛野一个歉意的背影，随后快步走到了迎新晚会彩排现场。苏会长，你来得正好，彩排刚刚开始。没想到苏会长不仅精通计算机，还会唱歌啊。对于这件事情，苏白舟也很无奈。迎新晚会他们每一个专业都要出一个节目，只有他们计算机系不仅女生少，一个个的还都只会敲键盘。无奈之下，这才让苏白舟来撑场子。第二天，洛野从寝室的床上醒来，用一双还没完全睁开的死鱼眼环顾四周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干嘛？醒了。全寝室就沈乔一个人醒了，剩下2个人还在睡觉。好在今天上午没课，不然我们开学第1节课就旷了。喝酒误事啊！沈乔兄，是我小看了南方人，没想到你才是隐藏大佬。酒量好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。不，在我们京城能喝就是大佬。洛野赞叹着，他正准备下床，却发现床上一堆衣服中有一件不属于他的白色外套。哪来的衣服？洛野拿起衣服仔细端摸，衣服上一股淡淡的草莓奶香。女孩子的衣服，我就记得昨天晚上出事了，但是具体是啥事我忘了。我刚把那几个阿货送上来，没多久你回来的时候身上就多了一件衣服，你当时还在傻了。哦对了，昨天晚上你说梦话来着，嘟囔着什么仙女学姐，差点给我吓傻了。昨天那个原来不是梦。洛野惊喜了起来，他捧着这件白色的外套，仿佛荣获至宝。沈乔看到他这个样子，露出了极为不屑的表情。还是年轻啊，洛野兄，看你这样子是没谈过恋爱吧？你咋知道？一看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哥哥教你几招？请沈老师指教。孺子可教也，不过要等我打完这局游戏。还多久？我刚开。半个小时后，沈老师正式上线。沈乔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洛野兄，我来教你如何追求女生。1，多去了解对方，了解是进行下一步的主要过程。只有了解一个人，才会知道这个人和自己到底合不合适。2，金钱和物质要付出。现在这个社会想空手套白狼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洛野一个劲的点头，显然是信了。沈乔憋着笑，低头又看一眼手机，继续说了起来。等等，你为什么要看手机？因为你他娘在百度。被你发现了。洛野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沈乔，把后者盯得浑身不自在。沈乔当机立断，决定转移话题。洛野兄，我给你看个好玩的。沈乔把昨天用手机拍下来的那段分享给了洛野，看到王大锤喝得醉气熏熏，大声地喊着爸爸，洛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2个人正笑着，突然王大锤猛地坐起来。几点了？你干嘛一惊一乍的，吓老子一跳。你懂什么？今天晚上6点半是迎新晚会啊，到时候肯定有好多大2大3的小姐姐表演节目。听说秦宇文学姐跳舞非常好，我要去看秦女神跳舞。才中午急什么？天还早，继续睡。锤兄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咱们下午第1节有课。那又怎样？思修课，上课的是系主任，他说旷满3节课就直接挂科。闻言，王大锤窜了起来，用最快的速度穿好了衣服。上号不对，上课。寝室聚餐喝多了的我，误打误撞碰到了仙女学姐。学姐不仅不讨厌我这满身酒气，甚至还把她的白色外套送给了我。那一刻，我竟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。直到回到宿舍，都如同做梦一般，抱着那件衣服呼呼睡了过去。全寝人一口气睡到日上3竿，直到下午才不情不愿地走进教室上课。思修课是无比枯燥乏味的1节课，课堂上515寝室的几个人睡觉的睡觉，玩手机的玩手机，只有沈乔一脸认真地盯着讲台。男明星，你真听得进去？男明星，你叫我？你说什么？我刚刚走神了。我去，还真有听得进去的啊。终于天色渐晚，众人熬过了1节思修大课。王大锤拉着洛野去看迎新晚会，其他2个人怎么没来啊？沈乔他害怕又被女生围起来，就没来。至于李浩洋那小子，不知道干啥去了，说了一句有事就没影了。锤兄，迎新晚会真的那么好玩？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野麻子，你锤哥哥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你放心，迎新晚会的节目肯定能让你感兴趣。洛野面无表情地坐在观众席上，看着舞台上几位学长正在表演一出极为无聊的小品，整个人备受煎熬。这就是你说的能让我感兴趣的节目？有这时间为什么不去宿舍里躺着呀？
我也没想到这迎新晚会竟然这么无聊啊！我的女神秦玉文貌似根本就没有报名节目。算了，来都来了，还有最后一个节目迎新晚会就结束了，那就看完吧。最后一个节目还算有些看头，是几个大二学姐的热舞表演，看得王大锤一阵兴奋。完事后，迎新晚会圆满结束，洛野两人正要起身离开，这时主持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各位大一的学弟学妹们，等一下！其实我们的迎新晚会还有一个隐藏节目，留在了最后的最后，这也是大学生艺术团的安排。提到江大，大家能想到的就是我们江大的计算机系，而提到计算机系，我们就能想到的，至于他是谁，容我卖个关子，大家不妨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特邀嘉宾为大家演唱一首比方的你，作为本次迎新晚会的收尾节目。”一部分新生似乎猜到了什么，他们老老实实的坐回了原位。洛野听到这句话，也老老实实的坐了下来，还把刚要走的王大锤拉了回来。不会吧？提到计算机系，最先想到的那肯定是苏白州女神。可是据说苏女神的性可冷若冰霜，怎么可能会参加什么迎新晚会？可计算机系除了苏女神，还有什么名人吗？难道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李猛？主持人退居幕后，很快灯光熄灭，忽然清脆的哒哒声响起，在寂静的迎新会场中徘徊。高跟鞋的声音是女孩子，难道真的是仙女学姐？很快，高跟鞋的声音消失，舞台上的身影停在了中间。只见舞台中间一位仙女一样的女孩，正举着话筒站在那里。竟然真的是计算机系的苏白州！不化妆的苏白州尚且视觉是美人，如今妆容绝代的她，简直是江大校花唯一的人选。这样的人不是我一个大一新生能够染指的呀！估计仙女学姐留给我的外套，也不过是为了补偿之前给仙女学姐的帮助吧。野娃子，是苏白州啊，是比其女神还要漂亮的苏白州啊！王大锤激动地喊着，却发现洛野失魂落魄地坐在自己旁边，一脸沉默。野娃子，你咋了？你这表情跟吃了屎一样，是失恋了吗？滚！不过王大锤猜的也差不多，只不过洛野连开始都没有就已经结束了。一些人拿出手机将舞台上的苏白州拍下，一张张苏白州的照片在表白墙上纷纷转发。王大锤看了看神情异样的洛野，随后将目光重新放在了舞台上。一曲终了，苏白州转身准备离开，就在这一刻，王大锤站了起来。苏女神，你这货为什么突然站起来了？你想干什么？王大锤给洛野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，那笑容如同一位老父亲想要给不争气的儿子一个安心的表情一样。学姐，前2天一位新生演唱的歌曲《雨天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苏白州望向了王大锤的方向，几乎同一时间就注意到了坐在后者身旁的洛野，他默默从主持人手中夺回了话筒。不错，他就在我旁边，我们想看学姐和他合唱。洛野惊呆，观众惊呆，主持人也惊呆。可以，你认真的马锤兄？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野娃子，机会都给你了，快上！洛野被王大锤拉着站了起来，然后硬着头走上了舞台，看着观众席上一双双疑惑的眼睛正在盯着自己，洛野忍不住有些紧张，整个人都有些青涩了。会唱什么歌？都行。既然是男女合唱，那就唱一首比较简单的，有点甜吧。洛野还在沉默着，而观众席上的王大锤都快疯了，拼命的用眼神示意他赶紧答应。见到这一幕，洛野突然觉得有些滑稽，就连心里的紧张感都褪去了不少。好。在主持人的安排下，有点甜的伴奏响起。第一段是男声，洛野深呼了一口气。下一刻，洛野闭上了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和仙女学姐的相遇，他的心情也逐渐放松了起来。再次睁开眼睛，他的眼神已经充满了柔情，两人开始深情对唱起来。观众席上，王大锤率先呐喊，鼓起掌声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无数观众的鼓掌也响了起来。一曲终了，台上台下的人还都沉浸在其中。这时，主持人走上台，拿过洛野手中的话筒。没想到我在迎新晚会中能听到这样的演唱，感谢苏白州同学和这位学弟，让这次迎新晚会变得更加有意义。希望大家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，祝愿各位学业有成。本次迎新晚会到此为止，请大家有序离开。走出了迎新晚会现场，王大锤搂着洛野的肩膀。怎么样，野娃子，和苏女神同台演唱是啥感觉？荣幸之至。这个机会可是你锤哥给你的，你就没什么表示的？1周的早饭行吗？1个月不行，最多2周。成交。见王大锤奸计得逞的样子，洛野脸一黑，靠，被坑了。回到寝室后，沈乔还在床上打游戏。不错啊，你们两个，洛野兄和苏白州的合唱视频，校群和表白墙里都传疯了，都说是天造地设呢。野娃子啊，你真对苏白州有意思？没有。洛野脸色一变，毫不犹豫的否认。见到他这个样子，沈乔和王大锤对视一眼，相视一笑。这孩子不会撒谎啊。野娃子啊，喜欢就只管上，爸爸支持你。不过你要是真的和苏白州在一起了，我觉得全校男生都会想把你删了。当然，我觉得苏白州也不可能看上你，不是兄弟我看不起你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被称为冰山女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他可能对雄性都不感兴趣。说什么呢？李浩洋走了进来，满面春风。巴曹，你小子怎么面色红润？这是去约会了？柳冰心同学请我去食堂吃饭。什么？柳冰心？冰心明明喜欢我，为什么会约你？没想到教练平时看上去有点憨，耍起朋友来却是让我等望尘莫及啊！别瞎说，我是去办公室给辅导员办事，柳同学刚好也在，就顺便去吃了顿饭而已。顺便去吃了顿饭而已。去，开黑走起。来，洛野兄来不来？那必须来。洛野打开手机，突然想起来自己好久没有看绿泡泡，于是顺便看了一眼，发现好几条未读消息。我怎么把这个同班的话痨大小姐给忘了？
一起经历军训共患难的室友，却没想到当着众人的面把我推上了舞台，而且还怂恿仙女学姐和我唱歌，甚至煽动台下的观众一起起哄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我虽然有些猝不及防，但是看着身旁暗恋的美女学姐，我的心也逐渐变得平静下来。和学姐的一曲合唱，也让我在学校彻底火了起来。不仅表白墙上的头条都是我的名字，就连走路的时候也能碰到无数粉丝。看着背后出力的室友，我决定好好犒劳他一下。上号，我要带你乱杀！呵。落叶玩这款游戏也是一把好手，虽然不是最顶级的那种，但在路人中也是可以带飞的那种野王哥哥。军训那半个月的时间，落叶率领众人已经冲到了王者30多星的无双段位。打完游戏他又要花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码字更新，以至于他都没怎么休息好，每天都顶着一双黑眼圈。先别开，没有妹子没意思，我看看附近的人里有没有妹子。就你这技术还带妹，别以为打到了无双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咱们这段位都是落叶兄带飞的。别说话，有妹子。Hello， 有麦吗？有。我靠，你锤哥这手气，一拉就是一个御姐。你看不到这是我的游戏好友吗？3局连胜，落叶和爱吃火锅强联合，让爱吃火锅的段位达到荣耀王者。辅助的不错。你也很秀，你也打王者吗？我还以为你只玩吃鸡呢。都玩。你也在江城吗？江城大学。老师好。我是学生。你好啊，没想到我们是校友哎。苏白舟被落叶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迅速退出游戏。他在网络上可是十分社恐的，所以这么久了才认识了落叶一个游戏好友，还是顾明轩搭的线。夜晚，落叶在自己床铺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，宿舍中回响着李浩洋清晰的呼噜声，虽然吵，但他也听了半个月了，早就习惯了这个声音。落叶脑海中回想起刚刚游戏中的事情，忍不住打开聊天界面，给爱吃火锅发了个消息：你是学姐吗？见状，落叶这才明白，当初跟顾明轩打游戏的时候，他拉进来的那2个女生多半是他的学生。这家伙竟然把自己的学生拉进来打游戏，这样当老师他的良心不会痛吗？那你认识苏白舟学姐吗？顾教授的弟弟，那个在游戏中大杀特杀的小男孩，现实中却是这样一副腼腆单纯的样子，认识还很熟。他只是随口一问，没想到对方不仅认识，还很熟。得到了这个回答，落叶反而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甚至心中还有一些紧张的情绪。看上他了。落叶看到这4个字，哪怕是躺在男生宿舍的床上，也忍不住闹了个大红脸。以他的长相和成绩，从小到大也是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的，但因为他暗恋了3年的女神，所以其他女孩的追求都被他给拒绝了。而且他父母就是在大学认识的，所以落叶也想到大学才谈恋爱。他到现在还是个纯情小男生，一场恋爱也没谈过，更不擅长应付女生。没有。2个字迟疑了3分钟。他这种颜值，追求者什么样子的人都有，但像这么纯情的小学弟，他还是第一次遇见。学姐，你叫什么呀？秦玉文。当初顾明轩拉进游戏里的2个女孩，就是他跟秦玉文，所以此时报上秦玉文的名字合情合理。这要巧，我室友喜欢你。不知不觉中，2人已经聊到了深夜。苏白舟跟落叶聊天，总觉得是在跟一个小孩子对话一样，他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对方的文字中透露着一股清澈的愚蠢。我推给你，我跟他熟。但是此刻落叶实在困得不行了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苏白舟发现自己的绿泡泡迟迟没有人加，而扣上的消息也没有回复，顿时皱了皱眉头。这小结巴睡着了吗？帮顾教授照顾一下弟弟，加个绿泡泡也没什么。仙女学姐的绿泡泡。说起来，落叶的名字叫落叶，游戏名叫落叶归根，虽然是谐音，但也是直接用的自己的名字。怎么办？加还是不加？可是仙女学姐应该还不认识自己吧？我难道说自己是跟你在新生晚会一起合唱的男生吗？还是说开学第1天一起躲雨？以苏白舟的性格，这些理由怎么也不可能被他通过吧？而一旦被拒绝，我应该就没有第2次机会了。8点半上第1节课，他7点醒，愣是犹豫到了8点10分。落叶兄，傻坐着干啥呢？你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。马上。你都看了半天了，加还是不加啊？想加，不敢。毕竟这可是江大校花的绿泡泡，他何德何能啊？而且加了如果被拒绝怎么办？落叶兄，我问你哦，你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？陌生人。那你在怕什么？对呀，我在怕什么？我本来就没有机会认识仙女学姐，所以现在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保持现状而已。落叶加完好友之后，直接把手机关机。你关机干嘛？我不敢看，怕被拒绝。大学生怎么会有这么单纯的男人？不，这货一看就是男孩。大3的课其实已经很少了，再加上苏白舟如今已经保研，所以最近都在忙着兼职的事情。他家里并不是很有钱，不过作为计算机系的才女，她赚钱的方法有很多。不过此时，昨天难得熬夜的苏白舟睡到第2天中午才睁开眼睛。看到这2个字，苏白舟无语了起来。这小学弟这样加女孩子，谁会同意？
意外得到暗恋学姐绿泡泡的我，此刻却像丢了魂一样，不仅破天荒的上课迟到，就连上午老师讲的什么我都没有听进去。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上午的课，就被室友拽到了学校对面的小餐馆。可我没有一丝食欲，脑海中只有担心学姐到底会不会同意加我。3两牛肉面，黑椒烤肉盖饭，2两鸡杂面。帅哥，你呢？野娃子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啊！给我来2两黄焖鸡米面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这小子指定是上课上傻了，给他来跟我一样的牛肉面，吃牛肉有力气。洛野兄，你都把单相思写脸上了？没有。还有你跟军训那个柳冰心好上了，傻了啥呢？嘿嘿，还没。不过今晚他约我逛商场，进展太快，小心被高段位的绿茶骗哦。我不许你这么说，冰心妹子。你才是真舔狗！距离他家仙女学姐的绿泡泡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，不会刚开机就看到被拒绝的消息吧？野娃子，磨叽啥呢？搞快点！进入主界面的那一刻，一条消息弹了出来，屏幕显示苏白舟同意了你的好友请求。下一刻，惊喜2个字写满了洛野的脸上。看样子是同意的，不过这才刚刚开始呢。我知道的。对他来说，能加到仙女学姐的绿泡泡已经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了。上完1天的课，众人肉眼可见的劳累，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。除了李浩洋，这货美女有约，精力充沛。你们不跟我一起吗？我们能一起。对啊，冰心说他一个室友也一起来，所以让我也叫上室友。好兄弟，我就不去了。我也。野娃子，你得来，跟在你锤哥后面，看你锤哥怎么撩妹，学习一下。长腿萝莉柳冰心的颜值自然不用说，她的室友更是惊为天人，竟然是他们学院的新生校花唐恩琪，也是洛野高中暗恋了3年的女神。两女走在中间，两女的旁边，一边是肌肉猛男李浩洋，另一边是看起来有些贼眉鼠眼的王大锤。洛野在王大锤边上低着头一言不发，两女3男的组合让一群想要搭讪的男人望而止步。洛野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掏出手机看到苏白舟的消息。你是？仙女学姐问我是谁，也对，学姐还不认识我。洛野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，他伸出手在聊天界面回复道：“我是洛野。”洛野觉得这样回消息太官方了，又加了一句：“我是你的粉丝。”收到消息，苏白舟的嘴角微微一翘，纤细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开始打字。我不是明星，不需要粉丝。见到这段话，洛野心中一突，不需要粉丝是不需要他的意思吗？他该不会要被删了吧？该不会吓到这小结巴了吧？秦学姐，我完了。见状，苏白舟一个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他这个人就这样，他同意你的好友请求，就是愿意认识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是他室友，非常了解他。很快，苏白舟的绿泡泡又传来了洛野的消息。谢谢学姐。这小学弟是真单纯啊。商场内，洛野一行人正在逛街，在跟你女朋友聊天吗？没有。面对其他女生，洛野表现的并没有那么幼稚，甚至隐约有一股男神风范。小哥哥长得这么帅，竟然没有女朋友啊！洛野同学，我觉得没有人不想谈恋爱，只是没遇到喜欢的。你看我家琪琪，身材好，长得漂亮，成绩还好，你真的不会心动吗？洛野同学，好久不见啊！野娃子，怎么个事？而柳冰心眨了眨眼睛，显然他知道唐恩琪和洛野是认识的。算了，野娃子，一会儿你别说话。我看冰心美女是想撮合你跟唐大美女，看你锤哥怎么帮你认识美女。别什么？野娃子，你是瞎了吗？那可是唐恩琪，新生校花啊！那么好看的美女，你说你不想认识？王大锤都快疯了，恨不得掰开洛野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，竟然连美女都不感兴趣。洛野的手机中是苏白舟给他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，说他在安排学生会的工作日志，一会儿再聊。学姐，工作累了我带你打游戏，包赢的那种。好。也就是说，学姐也喜欢打游戏，共同话题，这个很重要。至于洛野为什么会知道这个道理，是秦玉文学姐告诉他的，还说苏白舟一直都是单排，而且一直输，没人跟他玩。奇怪，最近谁在想我吗？怎么总是打喷嚏？很快，手机界面上传来了失败2个大字，又输了。秦玉文想把手机给砸了。文文，一会儿打游戏吗？你要带我飞？不是，我号被封了，你要是不打的话，把号借我玩玩。当然可以了，我的无敌通天带。秦玉文已经连跪1天了，免费的代练，不要白不要。几人提着大包小包从商场中走了出来，今晚在商场里吃饭就花了500块，然后陪2个女孩子购物又花了500，当然是他们2个男孩子付的钱，而且是主动付的。陪美女出来，他们不可能让美女付钱。再见了，谢谢你们陪我们逛街，下次记得带上你们寝室剩下那个帅哥啊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大锤哥呀，这就是你要教我的情商吗？咱虽然不懂，但也能看出来你被人牵着鼻子走。怎么样，学到没？抱歉，我不学，我不当舔狗。你说什么？野娃子，你是不是飘了？没有成为舔狗的勇气，怎么能得到真爱？舔狗怎么还舔上头了？
室友信誓旦旦的要教我撩妹，却没想到他的绝技竟只是选择当条舔狗，不仅跟在美女后面嘘寒问暖，就连女生逛街的花费他也抢着报销。我看着室友所谓的绝技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了鄙夷的表情。钱不能白花，妹子一定要聊，趁热打铁，增进感情。我加了唐恩琪的联系方式，打了招呼，但对方压根不回我。舔狗是没有好下场的。终于加上了。注意位置，准备进攻。学姐，你打游戏真不菜。是不菜，比秦玉文强多了。这两个。周周，我感觉你在骂我。秦学姐的性格跟网上不太一样呢，女孩子都有两副面孔吗？你可以这么觉得。该不该约她吃饭啊？秦学姐，你说我约苏学姐吃饭的话，她会不会同意啊？不会单独见面，你不是想见周周吗？我会叫上周周，不过你不能带朋友，周周社恐。好的。小伙子，今天想换个什么样的发型？麻烦你了，我想弄个3、7分。这发型绝对让你回头率爆表。谢谢。洛爷给扣扣上的秦玉文发了个消息，发现对方没有回他，他又给绿泡泡上的苏白舟发了个消息，对方依旧没有回。什么情况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放鸽子？看着迟迟没有回复的聊天界面，脸上露出了沮丧的表情。不过他也不会怪秦玉文和苏白舟，他们都大3了，后者还是学生会的会长，被其他事情耽误也是正常的，他只是很难过而已。正当他疑惑的时候，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消息。这是秦学姐的车，难怪不回消息，原来是在开车。洛野心里有点小激动，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副驾的车门。洛野上车后，发现车里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坐在驾驶位的苏白舟。苏学姐，秦学姐呢？他有事，但不想放人鸽子，所以委托我来。洛野在心中忍不住给秦玉文竖了个大拇指。我谢谢你，秦学姐，我洛野的人生因为有你变得格外精彩。洛野紧张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连最关键的一件事情都没发现。明明秦玉文不在车上，为什么刚刚给他发消息的却是爱吃火锅？苏学姐，这是你的车吗？刚买的，不贵。他大学兼职2年，攒钱买了一辆4万块左右的剁椒鱼头，好歹是名牌大学的计算机才女。他在校期间2年能赚这么多钱，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学姐，你是？我上周拿的驾照，这是第1次上路。苏学姐，要不还是我来？你有驾照？有，暑假考的。学姐，咱们来这里干嘛？现在是下午3点，不找个地方打发时间，咱们直接去吃饭吗？也对。你平时也结巴吗？没。洛野这才意识到自己从开始到现在说话一直都是结结巴巴的，他捋了捋舌头，说道：没有，第一次单独跟女孩出来，有些紧张。苏白舟意识到小学弟能调整过来，说明他确实不是个结巴，还是个没怎么接触过女生的小男孩呢。苏学姐，吃不吃冰激凌了？问完他就后悔了。昨天晚上，他为了今天的第1次正式见面能表现得更好一点，特意查了很多攻略，其中有一条是重中之重：给女孩子买东西，不要问她要不要，而是直接给她买。你想吃，可以，我请你。看样子他也是没什么跟男生相处的经验，行为都有些僵硬。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口味，所以买了原味和巧克力，你要吃哪个？我喜欢巧克力，但是原味感觉也不错呀。虽然学姐很冷淡，但是第1次正式见面，两人的话题几乎是源源不断的。你喜欢巧克力，这个给你。他掏出手机，快速拍了一张苏白舟的背影，然后心里美滋滋的加快步伐，走回学姐的身旁。他刚刚利用手机黑屏的映射，发现洛野是偷偷去自己身后拍照去了，只是拍一个背影而已，他倒是没觉得有什么。为什么一个背影的照片他就可以如此高兴？要是拍到了正脸，甚至合影，他会不会开心到起飞？两人走进一家下午茶店，洛野看着桌上的菜单，显得有些迷茫。喝不惯咖啡。喝什么？仙女学姐好有气质啊，我就喝跟学姐一样的吧。很苦，我没加糖。无所谓，我就爱吃苦。学姐是福尔摩斯的粉丝吗？不是。那学姐应该是死神小学生的粉丝吧？哦，何以见得？死神小学生同款眼镜啊，再加上学姐你不喜欢福尔摩斯，却在看这本书，我猜你是因为死神小学生喜欢福尔摩斯才看的。说的倒也没错。洛野之所以能猜到，因为他以前也是资深的死神小学生迷，毕竟他的父母都是警察。一个下午的时间悄然而去，黄昏将至，苏白舟合上了书，而洛野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这小结巴明明无聊的要死，愣是一句话都没说，结果竟然趴在桌子上就开始睡，长得还不错。不是，带头，我弟弟怎么在你面前睡着了？我让你照顾弟弟，你不会想泡他吧？泡他吗？这小东西泡起来应该非常有意思吧？
冷若冰霜的仙女学姐却对刚来学校的小学弟动了凡心，而且不仅盯着他唱歌的视频入神，甚至还以室友的名义把人约了出来。只不过学姐也没什么跟男生相处的经验，只能陪着小学弟一起喝下午茶，却没想到学弟竟无聊的睡了过去。醒了啊，不好意思学姐，我睡着了。没关系，走吧，请你吃饭。好。回到了学姐的粉色剁椒鱼头上，洛野启动了发动机，第二次开这辆车，显然已经比第一次熟悉多了。这家店很不错，我们去试试。周周啊，你好久没来了。刚开学嘛，最近在忙着新生的事情。这位小哥跟周周是一起的吗？对。周周以前都是一个人来吃，偶尔会带另一个女孩子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带男孩子过来哦。你没吃过烤肉？吃过啊，不是我没吃过，是我没自己烤过。要喝酒吗？不，谁开车？那我喝一些。周周每次来都要喝一些的，这是我家自己酿的，很好喝的哦。真的吗？那我也买一瓶吧。谁开车？我不喝，我带回寝室喝。给你。好吃。苏白粥吃东西很慢，细嚼慢咽的，但看着洛野将一片五花肉给烤糊，他还是忍不住帮他烤了起来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洛野就没有烤好一片肉。坐下吃。好。苏白粥的手机震动，他拿出手机查看。小野竟然会跟你吃饭，什么意思？你不会真的想泡我弟吧？那你有麻烦了。想泡我弟，你必须要跨越一个障碍。小野高中有一个暗恋了3年的女神，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大学并没有在一起。苏白粥的面色冷了一分，抬头看向洛野，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吃饱了吗？谢谢学姐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今天的约会算是结束了。不知道学姐有没有对我有一些好感啊？回教师公寓。他的酒量不算好，不过第一次跟男生出门，他也不会喝多，一瓶青梅酒对他来说没有影响，只是脸色微醺而已，有些红红的。学姐不愧是仙女啊，这也太美了。现在已经过了晚高峰，路上的车并不算多，而且剁椒鱼头的车后贴了一个大大的实习标，再加上粉嘟嘟的，一看就是女孩子的车，想必也没有车敢惹他。从刚刚开始，你的手机就响个不停。我室友催我回家。学姐，你也住家属楼啊？这一栋的614。614这个房间号，洛野只是觉得有些熟悉，一时间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，毕竟他只去过一次，并没有记住顾明轩的家庭住址，再加上经历了半个月的军训，他早就给忘记了。甜甜的，有一丝丝的酸味，很好喝，但是并不会让我感觉到丝毫的醉意。怎么回事？你最好跟你3个爹解释一下。还大不中留啊！洛野推开王大锤，快速回到自己的桌子前。还想不想上分？上，必须上。不过今天的小说还没有更新，洛野决定先把今天的文章给更新了。夜娃子，一直想问了，你从开学第1天就一直在敲键盘，你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我是一名网文作者。什么？你是小黄文作者？不要乱说，写那玩意犯法。没事，你单独写给我看。滚！等他写完，室友们已经睡觉了，只剩下沈乔还在看手机。仙女学姐剁椒鱼头的车钥匙。下车后，他拔出钥匙，下意识地塞进了口袋。而学姐对车也不熟悉，也没有记得这件事情。完蛋，现在发消息不太好吧？已经凌晨2点了。你个榆木脑袋！女孩子回家后也不知道问候一句什么。他没追过女孩，高中3年暗恋也只是暗恋，然后毕业表了个白，就再也没有然后了。而仙女学姐，洛也觉得自己肯定是喜欢她的，虽然第一次见面就心动可能是见色起意，但见色起意并不一定就是贬义词，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学姐，你车钥匙落在我这里了。洛野但没想到对方竟然秒回了，先放你那里吧，我不经常开。教师公寓中，苏白舟的嘴角微微勾起，这算是白嫖了一个司机吧。3室1厅，主卧是顾明轩之前住的地方。他走之前把房间的东西放在了次卧中，把房子租给了苏白舟，让苏白舟住进主卧。对于女孩子来说，房间大一些看起来比较放松。另外一间空房子无人居住，顾明轩的本意是留给洛野的，但既然苏白舟已经住进来了，那么洛野能不能住，就要看苏白舟愿不愿意了。一个现实高冷，网络社恐的女神级校花，一个现实腼腆，网络可以用呼风唤雨来形容的洛野，看起来似乎还挺搭配。晚安，学姐。高中的时候，也有一个男生天天对他说晚安，但是苏白舟对他不感兴趣。那个人在高中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对苏白舟表白，被后者当场拒绝。他觉得面子挂不住。聚会结束后，单独找到了苏白舟，想要威胁他做自己的女朋友，但苏白舟第2次拒绝了他，并且删除了跟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后来，那个男生恼羞成怒，到处造谣苏白舟，再加上她的漂亮本就被很多人垂涎和嫉妒，她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们眼中不3不4的女孩。要知道，很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，对于残缺的东西，他们想要去补全；对于完美的东西，他们却想要去破坏。苏白舟也因此讨厌男人，就连女性朋友都不多，在网上也是个社恐。直到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上学，逐渐被称为冰山女神，脑海中想到了洛野的样子，那个男孩子单纯腼腆，之前一起打游戏的时候，哪怕在游戏里都在保护他。那个时候他可能连我的性别都不知道，但因为我是队友，就在照顾我。他还是个喝不了苦咖啡的人，这个男孩子应该是甜的吧。晚安。
好不容易能和暗恋的学姐约会，却没想到我竟因为紧张变成了课霸，不仅说出的话变得毫无逻辑，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错误百出。不过好在我帅气的车技还是成功吸引了学姐的注意，为这次约会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甚至在临睡觉前，学姐还主动说起晚安，我一下子竟激动的直到后半夜才睡了过去，再睁眼就已经被早起的室友吵醒。教练，你还真是自律啊！那是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啊？他的身材很好，该有的肌肉一块都不少，再加上健康的古铜色肤色，仿佛退伍军人一样板正的身姿。这段时间，他们都称呼李浩洋为健身教练。都上大学了，我可不想跑早操。网文作者，听说这个职业如果不经常运动，以后会有很多职业病。等等我，教练。操场这里还有另一个女孩，竟然是长腿萝莉柳冰心。此时她穿着短裤背心，露出了一双白嫩修长的双腿，无比的惹人眼球。而紧身背心也将她的身材展露了出来。操场上零零散散的其他晨跑的同学都挪不开目光了。这样的美女，加上身材健壮的李浩洋，还真别说，还挺相配的。李浩洋似乎跟柳冰心约好了一起晨跑，我的加入反而成为了一个电灯泡。教练这个狗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他们一男一女并排的跑着，洛野只能自己跑。洛野注意到那个身影，他戴着黑色的鸭舌帽，马尾从鸭舌帽的后面垂落，随着他跑步的动作，马尾也来回摆动。这个身影有些眼熟。洛野看着看着走神了，以至于直接摔了一跤。他因为熬夜本来就困，再加上不经常锻炼，直接来了个平地摔。这一摔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。丢人，真丢人啊！眼前的手掌该如何形容呢？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五指尖如笋，翠似白莲藕。这只手好漂亮啊！等等，这不是仙女学姐吗？你不起来吗？丢人丢到仙女学姐的面前了，谢谢。虽然学姐的手很软，摸起来也很舒服，但再多碰就不礼貌了。毕竟，要是被其他人知道江大校花有晨跑的习惯，恐怕会招蜂引蝶，以后就不能安宁的晨跑了。一起吗？好。操场中的其他人虽然发现有个身影很像校花苏白舟，但见旁边跟着个男的，顿时就摇了摇头。那不可能是苏白舟，苏白舟的身边根本就不可能有男人。此刻洛野正面无表情呢，因为他是装的，其实他很痛苦。第一次晨跑，他其实一圈就累了，但仙女学姐还没累，他累岂不是很丢人？但他再怎么装，身体也是骗不了人的。苏白舟从随身携带的小包中拿出一条毛巾，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，精致的锁骨上流淌着小水珠。苏白舟用毛巾擦了擦，她微微扬起了一点点的下巴。清晨的阳光照射在了她的侧脸上，一缕微风拂过，吹起了她的头发。好美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为什么不看？不礼貌。苏白舟嘴角上扬，突然他注意到洛野的手腕上有一个伤口正在流血，应该是刚刚摔的。伸手啊！伸手。这点小伤贴什么创可贴呀？这也太娘了吧！不过既然是仙女学姐贴的，洛野心中窃喜，一点也不觉得丢人，甚至还想告诉整个世界，学姐给他贴粉色小熊的创可贴了。不过他也就只能这样想想。这个时候他有3个选择：等李浩洋一起去吃早饭，自己去吃早饭，追上仙女学姐，厚着脸皮和仙女学姐一起吃早饭。李浩洋还在跟柳冰心一起晨跑，看样子第一个选择不可取，第3个的话会不会太厚脸皮了呀？只有选择第2个了，自己去吃饭。学校有好几个食堂，一食堂在男寝旁边，3食堂在女寝旁边。确实好久没有去一食堂吃饭了，偶尔去一次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对，一食堂的饭比3食堂好吃，一食堂的打饭阿姨比3食堂的温柔，一食堂便宜。一大堆理由出现在苏白舟的脑海中，去一食堂突然就变得理所应当了起来。一食堂并不大，只有3食堂1/3的大小，除了便宜以外，没有任何优点，难吃的一批。这不是江大校花苏白舟吗？他怎么会来一食堂？这是什么幸福画面？凭什么？即便是洛野都低下了头，不敢看此时此刻的苏白舟。冰山女神的气质在此刻散发了出来，让旁边的男生感觉到一阵坐立不安的压力。他本来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思，看看能不能坐在校花的旁边，但没想到冰山美人的身边也不是谁都能坐的。学姐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等我吃完。他好像很多次都这样看着别人的背影。高中暗恋的3年，他也是这样看着自己喜欢女生，看着那个人的背影，追逐着他的身影，但却不敢靠近丝毫，只能默默地注视着。哪怕是仙女学姐，他也是这样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看着仙女学姐离开的背影；寝室第一次聚餐，他偶遇对方，看着仙女学姐的背影；第一次约会，把对方送到教师公寓的停车场，他也是看着对方的背影。直到现在，他只能这样默默地看着对方，守着对方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不知道到底少了些什么，总觉得似乎哪里不对，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。直到苏白舟走出食堂的前一刻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他微微转头，看向了洛野的方向，见对方呆呆的表情，他的嘴角轻轻勾起，似乎是笑了一下，然后才离开了这里。冰山女神对我笑了，唯有洛野能感觉到仙女学姐的那一笑是对着自己的。他终于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缺少的感觉是什么了，是回头，是他追逐着对方背影的那段路上，对方能够回头看到自己的身后，原来一直都有一个人在，从一个人的单向变成2个人的双向。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对了，快上课了，我回去拿课本，也帮你拿了吧。行，记得把大锤叫醒。
看样子，憨厚老实的李浩洋很快就要跟长腿萝莉柳冰亲在一起了。他们之间只是缺少了一个契机而已。仔细想想，半个月的军训，如今是上课后的第2周，满打满算也没有超过1个月，进展真快。我和室友约好了早起跑操，却没想到到了操场竟成了第3者的灯泡，不仅受到了室友撒狗粮的层层暴击，就连周围的人也传来了异样的目光。无奈的我只能一个人在操场跑了起来。出乎意料的，中途竟遇到了一直暗恋的仙女学姐，而且学姐还主动陪我跑圈，这一下子让我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，一整个上午都沉浸在了那份喜悦之中。想啥呢？傻乐一上午了。今天晨跑，野娃子的仙女学姐陪他跑的，他能不傻吗？也不至于了一上午啊，干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对了，教练，男明星，野娃子，社团报名就要开始了，你们想要去什么社团？我不加社团。我当然要去运动类的社团了，最好有个健身社团就更好了。不知道，听天由命吧。Wooder，魏父可要提醒你们，咱们可是要修学分的，加入社团参加活动，修学分可是事半功倍啊！搞不清自己的辈分了吗？还想看一遍视频？假的，那必定是假的。大家都是学计算机的，合成个视频不是简简单单。例子，竟胆大包天，陷害为父。爸爸，沈乔，大学4年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加入社团有3天的时间报名呢，今天没空，咱们明天一起去看看呗。你们去，我就不去了。沈乔满脸的不感兴趣。说起来，这段时间沈乔已经在江大出名了。新生中有一位清纯的新生校花，叫做唐恩琪，但有苏白舟在，唐恩琪也只能是新生校花，不能是江大校花。而男生中也有一位惊为天人的高颜值男神，那便是沈乔，515寝室的男明星，拥有着小鲜肉的身板和颜值，令万千少女为之痴迷。不过沈乔虽说性格并不高冷，但也能用孤僻来形容。除了寝室中的其他3人以外，即便是同班同学，沈乔都没怎么认识。哼，明天看看哪个社团的妹子多。可能每个寝室都有一个好色之徒，他还没开口，光看表情就能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但他又只敢在寝室中好色，出了门就变成了正人君子。尤其是舞蹈社团以及动漫社团。美女，我可以加入动漫社吗？当然可以啦，动漫社随时欢迎学弟。随后动漫社的场地中，一群 cos 学姐开始表演宅舞，王大锤混迹其中。虽然他没穿 cos 服，但高超的舞技碾压了所有动漫社的成员。天才，王大锤简直是动漫社创建以来的天才人物。只有我们这些室友才知道，王大锤不是什么天才，他只是宅男，而且还是个社牛。学弟，加入杂志社吧，加入文学社吧。他们互相看着彼此，仿佛站在2座山顶隔空对峙，准备展开一场惊骇世俗的决斗。我是不是不该来这里？上一个学弟就是你们杂志社抢走的，这一个归我们文学社。这是什么道理？难道报名还要1人1个吗？我们杂志社比你们文学社有实力，加入我们难道不是正常吗？我们文学社才是江大第1社团，你个冒牌货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杂志社只是创建时间比较短，但绝对比文学社厉害。你说什么？杂志社比文学社厉害，不服就干！下一期的校报还是我们杂志社的点赞率更高。2个同类型的社团，瓜分着学校每个月给他们的社团资金，所以他们的竞争十分激烈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对不起，苏学姐，我们知道了。对不起，苏学姐，我们知道了。他们松开落野的胳膊，低下头，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。他们大2，但苏白舟已经大3了，而且还是学生会的会长，这可是顶头上司啊！社团招新，禁止争抢新生，你想去哪里？我还没想好，我只是来看看。他是网文作者，所以就想先来看看文艺类社团。不过刚来到这里，他就被2个社团的热情给吓到了。学姐，你来维持秩序的吗？不，我来社团招新，我是汉服社社长。看到仙女学姐去了汉服社，洛野已经坐不住了，他的脚步不自觉的也来到了汉服社的门口。没办法，在苏白舟的魅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的，他们一点竞争力都没有。汉服社真狡猾，竟然有苏白舟坐镇。这是新生校花唐恩琪。你好，鄙人马保国，武术协会会长。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练武奇才，有没有兴趣拜入我师门？走开！你们武术协会有什么好的？你好，我叫王朝阳，人称朝阳冬泳怪哥，加入我游泳部，让我们一起在水里快乐吧。猥琐至极！我乔丹表示不服，我篮球部缺一经理，就你还乔丹？那我还没戏呢。我足球部需要一个足球宝贝，只要你来，整个足球部把你宠上天。新生校花的竞争力太高了，男生的热情程度似乎不比女生差。唐恩琪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一个香饽饽。洛言，你不回我消息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是新生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班长呢？你说教练啊，他去健身爱好者协会了。哇哦，我也要去。他似乎对李浩洋很感兴趣，不过教练已经被长腿萝莉拿捏了，你个小豆丁怕是没什么机会了。徐小佳虽然长得很可爱，但是不太容易被男生喜欢，毕竟跟个小孩一样。
无论是身高还是女生的魅力程度。此时，苏白舟已经在附近的厕所中换上了汉服，一袭红衣，美若天仙，仿佛仙女下凡一样，极具诱惑，又让人只可远观，如同画中走出来的一般。我刚打算参加学校社团招新，却没想到一到地方就被惨遭了疯抢，而且还是不加入就不让走的那种，甚至直接上手往社团里面拽去。正当我陷入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竟意外遇到了仙女学姐。身为学生会会长的学姐直接替我解了围。学姐，你来维持秩序的吗？不，我来社团招新，我是汉服社社长。洛野一听见这话，瞬间明确了目标，直接来到了汉服社团的前面。汉服社的表演开始了，苏白舟站在 C 位上，旁边还有4个学姐，一起跳着一支古风舞蹈，文雅、端庄、温婉，还有一丝丝庄重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到汉服的美以及古典舞的那种意境。秦学姐。啊，叫我的吗？有点眼熟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军训唱歌被发到表白墙上的小学弟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世界末日了？是的，末日了，我们要跑。苏白舟很少开这种玩笑，但这一次情急之下，他竟然顺着秦玉文的话说：“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苏学姐和秦学姐走那么快，学长，我可以加入汉服社吗？”汉服社的副社长是个男生，看起来很好说话的样子。哟，是个小帅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不对劲，很不对劲，这怎么是个娘娘腔？我特别的喜欢汉服。是吗？加个群，到时候会通知你第一次聚会的时间。好。洛野报名了汉服社，结束了今天的行程。好漂亮啊！确实耶，妻妾，要不咱们去汉服社？汉服社可以的。女孩啊，你们要加入汉服社？当然。我们人满了，你们明年再来吧。大二也能加入社团吗？不能。那你不是刁难我们吗？真是对不起啊，学妹，我们社团有苏白舟呢，所以报名的人数太多了，已经超出预算了。刘江来，咱们确实人满了，但是那个叫洛野的怎么就破例被录取了？因为我觉得周周学姐对他不一般啊。515寝室，一个普通而又充满活力的地方。动漫社王大锤。健身爱好者协会李浩洋。我汉服社洛野。我无业游民沈娇。开黑，开黑。来，4人迅速行动起来，准备开始游戏。社团迎新的第3天，汉服协会已经结束了迎新活动。洛野同学，柳同学，今天没有跟教练去玩吗？这个时间点他去健身了，你也是，不是喜欢我家恩情吗？在吗？来到大学就变心了吗？曾经的我年少无知，现在的我只想当个好人。其实无所谓的，我跟洛野同学没有在一起过，洛野还喜不喜欢我都是他的自由。拜拜，两位。为了即将到来的汉服社新人聚会，洛野决定买一套新的汉服。学姐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淡蓝色的比较好看。就它了。苏白舟是汉服社的灵魂人物，他决定参加这次的新人聚会。明天的聚会我也会去，记得多算一个名额。深夜4点，一通意外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。我没点外卖。收货人是骆先生。谢谢。在这个不眠之夜，一份简单的鸡汤传递了无限的温情。又是一个周末，同时也是开学当月的月底，9月底。这个周末过完，只要再上3天课，就会迎来一个7天小长假。很多暧昧期的小男女都会在这个周末确定关系，然后7天假期会一起去个什么地方玩。当然，距离一定要远，回不了家的那种，这样就能住酒店了。懂得都懂。今天约了柳冰心，准备开始约会，而且已经计划好了表白。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美女，我王大锤就不能给所有女孩子一个家了？教练，我跟你说，替我照顾冰心，你要是敢对她不好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锤哥，你看我今天帅不？帅你个头！怎么样，锤哥？你跟唐大美女有戏吗？有戏，必须有戏！你锤哥的魅力你还不知道吗？不过唐恩琪对我爱答不理的。这次周末我也尝试过去约对方，结果对方直接婉拒了我，还说已经有约了。我王大锤英俊潇洒，这个周末难道又要和这2个家伙独守空房吗？真的没有人发现我王大锤的魅力吗？野娃子，你小子又干什么去？上个周末你就偷偷跑了，现在还想故技重施？汉服社聚会，书包里装的汉服，主要是我不知道聚会要不要穿汉服，所以就先带着。不是去约妹子就好。教练，表白成功，逐出515，表白失败，你还是5人。谢谢锤哥。教练，如果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好消息，我会更难过的。好肉麻。是啊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洛野出门后，收到了苏白舟的消息。我车钥匙还在你那里。对呀，差点把这个给忘了。来教师公寓，聚会地址我发给你。仙女学姐想让我开车载着她去。
苏白舟的身材和长相跟任何衣服都很搭配，尤其是这种红色汉服，如同一个古典美人从画中走了出来。汉服，我装书包了。换上。啊，在这里吗？时间还早，去家里换。家里？好，学姐。暗恋多年的美女学姐，却没想到竟是开局说我流氓的幕后黑手，而且一通电话直接把我送进了局子，甚至让我当天被警察审问了半宿。看着头顶那熟悉的门牌号，上大学第一天发生的囧事瞬间想了起来，我不由得转过头看向有些不知所措的学姐。5栋4单元614，学姐，你……他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租在顾明轩的房子里？那个是我的房间，另外2个，一个放了顾教授的东西，另一个是他留给你的房间。我明白了，学姐，这就是顾明轩的房子，自己就是在这里被突然冲进来的警察逮捕，一脸懵逼，高呼冤枉，也没人理睬。我没想到开学的前一天，竟然是仙女学姐把我给送进去了。顾明轩竟然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仙女学姐，原来自己跟仙女学姐早在开学前就已经有过这样一段接触了。落叶在房间里试着穿上汉服，却发现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实，她竟然不会穿。这玩意我竟然不会穿？那个学姐不会穿？苏白舟走进房间，帮落叶整理汉服，两人沉默，气氛略显尴尬。落叶终于穿戴整齐，戴上假发后，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变化，如同一位儒雅书生。苏小姐，请。两人坐进了一辆粉色的小车里，准备前往聚会地点。驾。嘿嘿嘿，不好意思，情不自禁。聚会上，众人正在享受茶会，有的吟诗，有的饮酒。苏白舟，落叶，这位是我们的社长苏白舟。苏白舟坐在刘将来旁边，刘将来微笑着问他：周学姐，你跟那个小学弟是一起来的吧？他是顾教授的弟弟。顾教授，难怪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你也应该不会轻易认识他。可以加一下你的绿泡泡二维码吗？我有女朋友了。看到过去的女生全都无功而返，苏白舟松了口气，心中对于自己也参加聚会的选择表示认可。冰山女神什么时候露出过这种表情？接下来每个人会进行一次自我介绍。我叫落野，大一，爱好打游戏、唱歌，天马行空的写作，18岁，生日是……好了，下一位。周学姐，回去之后你可要好好补偿一下这位小学弟哦，你把人家弄难过了呢。聚会结束后，汉服社的同学各自回家，而落叶还呆呆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。走了。落叶看着苏白舟的背影，只觉得他们之间隔着一层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学姐，要是还给你，你的生日啊？自我介绍还没有结束，你的生日是哪天？10月6号。以后的自我介绍不用把自己的事情全盘托出。好的。自我介绍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？可是学姐，你刚刚不是说自我介绍不用全盘托出的吗？这次除外。我的父母是警察，他们是我最自豪的父母。父母是警察？是的，我喜欢的人是仙女学姐，是你。车钥匙在我学会怎么上路之前就先放你那里吧，愣着做什么？你不换衣服吗？去学姐家里换吗？落叶将车钥匙塞进了包里，然后跟在学姐身后回到了教师公寓5栋4单元614，再一次来到了614。两人回到了各自的房间中，换上便服。落叶换上了便装后打开门，发现仙女学姐已经换上了连衣长裙，还系上了围裙，正在厨房中忙碌着。这是在做饭？也对，茶会的点心和茶水根本就不够塞牙缝的，想必学姐也是饿了。学姐，好香啊！学姐，我来帮你。苏白舟手中的动作一顿，想到之前烤肉的时候，落叶连五花肉都不怎么会烤，顿时挥出锅铲挡住了落叶的靠近。不用，这是今天凌晨你给我点外卖的回报。闻言，落叶只能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。很快，苏白舟做好了2菜1汤，还煮了米饭。虽然眼前的饭菜谈不上丰盛，但一想到这是仙女学姐做的，落叶就觉得这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佳肴。事实也是如此，苏白舟的厨艺很高，和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的落叶相比，仿佛后者这辈子所有的厨艺技能点数都加到了前者的身上。好吃，我来洗碗。说着还不等苏白舟反应，他就开始收拾桌子上的碗筷，直接去了厨房。这一次轮到了苏白舟看着落叶在厨房中忙碌，但洗碗的时间并不长。几分钟后，落叶回到自己的房间中，拿起了自己的包，准备回寝室了。再见了，学姐。这是什么感觉？为什么他一离开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情绪，觉得这个房子似乎少了些什么？明明他一共也才在这里待了1个多小时，而且最近我们见面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了。喂，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苏学姐吗？
怎么了？苏白舟是我学生，我不在，把房子租给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可是寝室没空调啊！我要是不在寝室里，我住哪？最重要的是，马上就要放假了，7天，我去哪里待着？哟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老爹，去攻略苏白舟吧，能不能住进去，就看你小子能不能让她当你的女朋友了。什么攻略啊？仙女学姐才不是游戏人物。形容一下而已，别说你不喜欢他，你小子什么性格我可是一清二楚。老爹，加油吧，我至少半年后才会回去，希望到时候我会有个侄子。只知道锻炼的钢铁直男，却没想到竟成了全寝最快脱单的情感高手。不仅把美女校花迷得神魂颠倒，就连他的室友们也想要拜他为师。嘿哥们，我回来了。教练，你笑得这么灿烂，是不是把我的白菜给拱了？对呀，我李浩洋第一个脱单。教教我呗，李师傅。纯属颜值问题，其他没办法教。猪出515，野娃子脱单有什么好的？让这群臭现充看看我们单身狗的快乐。卧槽，野娃子，你说你今天一天都不在，原来是跟唐恩琪去约会了。什么鬼？唐恩琪今天拒绝了我的约会请求，还说自己有约了，除了你还有谁？我没跟唐恩琪出去，我是跟一位学姐一起出去的。学姐，大几的？大3的。大3学姐，野娃子，我可劝你一句，大3还在勾搭大1的小鲜肉，一般都是在同届找不到对象的，你小心点，别被恶虎扑食了。学姐的追求者能从这里排到月球？不信，除非给我看看照片。不行，我跟学姐还没在一起呢，给你看照片岂不是败坏了学姐的名声？不至于，照片而已。野娃子，难道你也有自己的小隐私了吗？别闹了。对了，马上就要放假了，你们准备去干嘛？不知道呢，如果不回家的话，我应该会在寝室里码字吧。反正你一个人留宿，有什么事情记得跟我们说。洛野兄，有事打电话，我家就在江城，很近的。我家虽然不在江城，但我会去医科大找我女朋友，有事就跟我说。谢谢你们。好无聊啊，学姐也要回家吗？喂，表哥。老弟啊，你小姨问你放假回不回家，她好炒几颗菜。不用了，小姨平时那么忙，就不麻烦她了。我在江城待着挺好的。这样啊，那你小姨应该会很失望吧？真的不回去吗？不回，可惜了。不过我给你打电话，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老弟啊，你的心上人肯定是要回家的，别怪哥没提醒你。最近你可要多关心一下她。学姐怎么了？她家那本对她可是有不少的流言蜚语。不过以我对你的了解，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这样做的吧？谢谢表哥。是你弟弟吗？不过我也是多此一举了。以小野的心性，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会照顾人了。是嫂子啊，你们终于决定把青雨带回国了吗？青雨不适合在这个国家长大，我和文君决定把她带回夏国。小青雨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我想成为妈妈那样的顶级天后。会有那么一天的。你要回家吗？如果回家的话，我们路上可以凑个伴。如果是以前的洛野，恐怕此时此刻会激动万分，当场答应对方。但现在的他，满脑子都是仙女学姐以及刚刚顾明轩说的一些奇怪的话，所以直接就拒绝了对方。不回去了，谢谢。洛野，你回不回家？不回去了。徐小佳应该是喜欢李浩洋，但他还不知道教练已经被柳冰心拿下了。洛野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，这小姑娘也是一个人从京城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地方上学，而且因为话痨，平时没什么人理她。开学第一天，她提着沉重的行李，当时还下雨了，碰巧碰到了李浩洋。她以为李浩洋是迎新的学长，直到军训前的那次班会，她才发现李浩洋竟然是她的同班同学。再加上李浩洋是班长，她又是个爱惹麻烦的小女孩，平时没少让李浩洋帮她。一来二去的，小姑娘就喜欢上安全可靠的班长了。结果班长已经被长腿萝莉给拿下了。不是很想回家，不想回就不回呗。母亲身体不好。学姐每天都会熬夜在网上接计算机的兼职来赚钱，难怪她每次放假都要回家。我买了车票，明天就走。我离开后，你可以在教师公寓住。顾明轩在电话里说了，仙女学姐家里有很多对她流言蜚语，所以学姐并不是很想要回家。每一次回家都要平白无故的承受着亲戚朋友们的非议。学姐回家后应该会很痛苦吧？好。学姐的家就在江城附近，也是江南水乡行列的城市，叫做杭城，距离江城只有不到200公里，坐高铁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。至于到了杭城后，洛也不知道仙女学姐的家在什么地方，他也不可能直接问学姐，他们只认识了1个月，关系还没有到知道对方家庭住址的程度。但一想到学姐可能会难过，洛也就有股坐立不安的情绪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不可能留在江城，这样什么都做不了。就算学姐出了什么事情，他也只能无动于衷。洛野同学，你不是说不回家的吗？我去杭城玩2天。杭城啊，这几年那里发展的确实不错，有机会我跟浩洋也想去呢。都说了不许秀恩爱，哈哈哈，你还不是一样？上周末不是跟帅学长出去了？
是他一直约我，我没想去的，但是他直接去你寝楼下蹲我，真是气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唐恩琪的心里有一些失落的感觉，仿佛什么曾经属于他的东西已经彻底被他弄丢了，但他又有什么资格去失落呢？落叶同学，祝你玩得开心。也祝你开心。琪琪，你真的不喜欢帅学长吗？他约了我很多次了，但我不想同意。上周六也是他在你寝门口蹲我，再加上你在旁边说给他个机会，约会尝试一下，我才去的，但真的没有让我心动的感觉。我舔了3年都无果的冰冷女神，却没想到在放弃时竟发生了2极反转。不仅为了我拒绝了所有追求者的假期邀约，就连有钱的富二代也不再例外。但是我的心早已不在他的身上，一心只想给回家的仙女学姐一个惊喜，便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前往杭城的火车。终于到了，先找点吃的吧。虽然他不知道别的小说作者是怎么样的，但他平时就喜欢去更多的地方，见更多的风景，这样才能写出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这一次来到杭城，即便只能逛逛这座城市，他也会心满意足。来一份西湖醋鱼。帅哥，你是第一次来到杭城吗？对，我刚到，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西湖醋鱼一份。服务员用同情的目光看了一眼落叶，然后就离开了这里。您的西湖醋鱼。这鱼也太难吃了吧！鱼兄，想必你生前也没想过自己死后会被人做成这种难吃的东西吧？小帅哥，刚来杭城的话，你可以去看看街边小摊、兰州拉面或者河里捞，实在不行就吃沙县吧。谢谢，我会试试的。学姐，我猜你手机举累了。此时侧着身子躺在床上，左腿搭在右腿上面。此时苏白舟正在教师公寓中刚洗完澡，他已经订好了回家的车票，明天一早就要去坐车，所以今天他并不会熬夜。但如果不是他的母亲在家，他是一点也不想回家的。猜错了。图片一经发出，落叶便看到了一双白的亮眼的修长玉腿出现在自己的手机中。他应该没有看到吧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两人不停地聊着，话题一个接着一个，仿佛源源不断。不知不觉中，苏白舟的心情变得十分安逸，之前的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。不知不觉中，已经到了晚上11点半，马上就要到第2天了。竟然跟学姐聊了几百条消息。看着这些消息，落叶不知道为什么，心中充斥着一股满足的感觉。原本7天假，他的小说是要加更的，毕竟大家都放假了，刚好可以看小说放松一下。但如今他一心扑在了仙女学姐上，哪有心思去想什么小说？但也不能完全忽略，所以一天保证最基础的更新字数就可以了。对于落叶单身18年的手速来说，4000到6000的基础字数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很快落叶睡了过去。我在哪？我要干嘛？哦，我在杭城，因为学姐的家在这座城市。洗漱完后，落叶决定去杭城一些比较有名的景点去看看。不过这座城市不算大，能玩的地方也不算多，但却是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城市。因为这座城市的网红很多，甚至一些有名的步行街上，走几步就能看到有网红举着手机支架到处直播，以至于这座城市盛产帅哥美女。上午码字，下午去看风景。早安。图片中是高铁的窗户，意味着苏白舟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学姐并不知道我在杭城，如果去车站接学姐，多半会令人反感。学姐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在就已经足够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今天我该在这美食荒漠中吃些什么呢？龙井火锅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有没有可乐火锅、白酒火锅？落叶用1上午写完了当天的更新内容，然后直奔有龙井的火锅店而去。这段时间，苏白舟已经来到了家里，距离杭城市中心15公里左右的位置中，有一座谈不上多么高档，但看起来也很漂亮的小区。难道家里换锁了吗？这个时候，住在对面的邻居听到外面的动静，一个老奶奶打开门，看到苏白舟后，面露慈祥，微微笑道：“是周周回来了，来奶奶家里坐坐嘛。”好的，刘奶奶。虽然是假期，但刘奶奶的子女都不在家，只有一个4岁左右孙女正在房间中吃零食。刘奶奶，我妈妈呢？周周啊，最近你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了。上个月你开学后，你爸爸喝了酒，深夜才回来，你妈妈身体又不好，晚上睡着后没听到敲门声，然后你爸爸把门给踹开了。你说都是一家人，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啊？那我妈妈去哪了？你爸爸踹开门后就把你妈妈喊醒，如果不是我听到了动静出来劝了一下，他已经动手了。第2天你舅舅就把你妈妈接走了，最近好像是在闹离婚吧？离婚？他早就该跟那个人离婚了，只是妈妈身体不好，如果离婚，以后恐怕就要一直一个人生活了，所以到现在都还在犹豫，就算要离婚，也要等到我毕业，有时间照顾他，一回家就要面临这么多事情，现在就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。突然，门外传来动静，刘奶奶在猫眼中看了看，发现一个男人喝得烂醉如泥，正坐在门口敲着自己家的门。
是你爸爸。管好你的嘴。野种，你跟你妈妈一样是个贱人。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？我怎么教育她，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啪的一声，那绝世容颜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，目光变得暗淡，失去了最后一丝丝对父亲的期盼。周周的，够了。他不想和这个失败的父亲说半句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有一点点，不是一点点，我现在非常想回学校，想见到学校中的某个人。人前活泼开朗的仙女学姐，却没想到她的家庭早已经支离破碎。即便母亲已经病重奄奄一息，但是她的那个酒鬼老爸依旧非打即骂，甚至就连周围路过的邻居也会被说上一顿。看着这个无药可救的男人，仙女学姐直接负气离开了老家。学姐到家没？没到。都中午了，学姐不会还在高铁上吗？那学姐吃饭了吗？没吃。那学姐想吃什么呢？你忠实的学弟给你点外卖。不想吃。洛野微微一愣，虽然学姐每一条消息回得都很冷漠，但每一条消息都是秒回，这就很矛盾。如果学姐不想理他，完全可以不回他，但是学姐回了，却回得这么冷漠。难道说学姐是在暗示自己，她心情不好？脑海中回想起放假前顾明轩提醒她的事情。学姐家在杭城吧？杭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没有。学姐，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？以后我来杭城都不知道去哪里玩。学姐喜欢看星星吗？见状，苏白舟有些呆呆的抬起头，随后他又把头低了下来，露出了猛猛的表情。他一定是疯了，大白天的哪里有什么星星？他的思绪都被洛野的消息牵着走，对方一提星星，他就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。学姐，你被坏男人骗了，杭城没有天文馆。但是杭城有灵隐寺。是济公的那个灵隐寺吗？是的。那学姐想去求个签吗？说不定糟糕的事情都会自己离开呢。敲你脑袋！苏白舟决定去一趟灵隐寺，替妈妈求个平安符。而另一边，洛野已经到了灵隐寺，他拍了张照片发到了寝室群中，问一下儿子们需要什么签。卧槽，你小子去杭城了，牛批！我佛慈悲，笑死我了，教练，阿弥陀佛。三个室友跟活宝一样，寝室群要么没人说话，一说话就像在火堆里扔鞭炮，直接就炸了。这时洛野收到了沈乔的私聊，沈乔想让他帮忙要一张平安符，洛野十分爽快的答应了。虽然不知道男明星为什么要这个，但既然是儿子的请求，那他身为父亲定是义不容辞。排了3个小时的长队后，洛野终于可以拜佛烧香了。除了帮沈乔求的东西以外，他自己也在这里许下了3个愿望。第一，希望父母转世成人，能够快乐一生；第二，世界和平；第三，仙女学姐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子。原本他还想求个姻缘，后来仔细想想便放弃了。姻缘不该求佛，而是求他自己。他离开灵隐寺的时候已经傍晚6点了，灵隐寺闭门，如今只能出不能进，不愧是佛门重地，作息时间就是规律。突然他余光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不远处一个长相无比漂亮的女孩子正提着行李箱，安静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脸色有些迷茫。此时的她没有高冷女神的气势，更多的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有何困扰，可否讲给贫僧一听啊？看到这个面孔，一股迎面而来的情绪涌上心头。苏白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这种感觉，他只觉得鼻子一酸，如果不是强忍着，泪水在刚刚就已经流出来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来玩啊，给你。这里不接客了。是啊，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，我吃的都不怎么样。中午吃的兰州拉面，现在也已经饿了。走吧，去吃饭。但因为假期的缘故，再加上灵隐寺在山上，所以下山的出租车和公交都非常挤人。两人选择了步行下山，而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。你想吃的话，我买2根。不够，太少了，给你1根，我自己吃剩下的5根。等他吃完这1根的时候，发现洛野的袋子里只剩下最后1根了。我的，给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洛野突然觉得这样的仙女学姐有些可爱，有一种仙女下凡在灶台烧饭的反差感。这样的学姐更有魅力了。给你几根烤肠下肚，洛野总算没有那么饿了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发现已经7点多了，天色彻底黑了下来。洛野跟苏白舟又走了一段时间，来到了湖边，这是杭城最有名的地方，也是西湖醋鱼名字中的西湖。好远啊，没想到咱们走了这么久。这要是放在以前，他早就喊累了，但仙女学姐在身边，他只觉得这道路怎么走也走不完，甚至想一直走下去。正当洛野欣赏湖边美景的时候，苏白舟掏出了手机，开始打车。目的地车站，他刚刚买了2张票，准备回40公里外的乡下，这个时间点也能买夜间车票了。学姐，咱们去哪里啊？车站。啊，要回江城吗？不。那去哪？去我家。苏白舟知道洛野来到杭城肯定没有住的地方，所以只能跟他一起回他母亲那里了。行李还在酒店，算了，反正只是一些衣服，不要了也罢，衣服哪里有学姐重要。出租车来到了车站，两人找到了自己乘坐的公交车，踏上了夜间长途。车上的人并不多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周围的草地上响起了蛐蛐的叫声，月光穿过了车窗，倾洒在苏白舟的脸上，那张精致的容颜，无论怎么看都令人惊艳。无聊的时候，他就会看看新生群，因为群里面
总会出现几个显眼包。早知道就不开车来了，没想到在学校停车这么麻烦。恩琪妹子，你看我这车帅不？唐恩琪根本就不敢回复，虽然这家伙可能真的是个富二代，但这里可是学校，比起钱，大家更在乎的脸面。直接回复的话，显得他们很拜金。当然，离开学校，脸面和金钱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，但不可置否，学校是少数能够表面上人人平等的地方。突然，公交车一阵抖动，苏白舟的身体不自觉地靠了过来，洛野只觉得一个柔软的东西贴在了自己的肩膀上，他面色一变，此时的心情已经达到他这辈子最紧张的时候了。学姐。但旁边的人并没有回应，他微微转头看了看旁边的冰山女神，发现她竟然睡着了，难怪一直这么平静。洛野还以为学姐在看风景。学姐真的好漂亮啊！而且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势，但其实是一个心思细腻、需要人照顾的小女孩。好软，女孩子的脸都跟棉花一样吗？洛野没有发现苏白舟的眉毛轻轻地动了动，但是眼睛并没有睁开。我刚到仙女学姐的老家游玩，却没想到直接就被请去要见家长，不仅没有给我准备礼物的时间，就连身上穿着的都是闲散的娱乐装，第一眼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小开一样。我看着离学姐老家越来越近的路程，内心不由得变得紧张了起来。好紧张啊！为什么要让我一个社恐经历这些？前方就是终点站了，都醒醒，该下车了。公交车的广播喊了2遍，司机也喊了1遍后，洛野看向了旁边的苏白舟。2个半小时的路途，苏白舟就这样一直把头靠在洛野的肩膀上。虽然不知道一开始是真睡还是假睡，但现在肯定是真睡。学姐，醒醒！洛野刚睡醒的仙女学姐并没有那股清冷的气质，而是一个可可爱爱的女孩子，而这副呆呆的样子也让洛野看入迷了。学姐，你嘴角……谢谢。这里是乡下的镇子，距离苏白舟妈妈的家还有大概5-6公里的距离，而现在已经快要晚上10点了，镇子上根本就没有其他公交车，更没有出租车。我给舅舅打个电话，让他开车来接我们。电话挂断后，洛野紧张了起来。舅舅，还有仙女学姐的妈妈，我发誓，真的只是来杭城玩的。虽然理由是因为仙女学姐，但并没有觉得我真的可以遇到仙女学姐。他们很好相处。学姐，我是个男生，带我回家真的好吗？不带你回去，你住哪里？对了，我忘记还有酒店这回事了，我可以让洛野住酒店。但现在让他去住已经来不及了。虽然镇上不是没有民宿，但环境都不太好，用来招待洛野着实是不太合适。而且来接他的车已经来了。走吧。中年大叔原本还很高兴的，但看到自己那乖巧可爱的外甥女后面竟然跟了一个男生，他的脸色直接就黑了下来。直到2人上了电动3轮车后，男人转动把手，3轮车原地起飞，一路狂飙着离开了镇子，来到了附近的村子里。范范，吃晚饭了吗？吃了一点。我出生的时候，舅舅给我起名苏白饭，但是被我妈妈反对了，后来叫白舟，范范就变成了我的小名。白饭也很好听啊，主要是学姐长得漂亮，叫什么都好听。巷子，不说别的，你的眼光我是认可的。很快，3轮车停在了院子中，这里是范建家。苏白舟的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了，而范建的儿子，也就是苏白舟的表哥，正在其他地方工作，所以这里只住着范建夫妻以及苏白舟的妈妈，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，但头发已经有半束白丝的美妇人走了出来，高兴道：“是范范回来了。范范，这位是……她就是苏白舟的妈妈范新雅，如今41岁，但看起来就跟30岁的人一样。不愧是生出了仙女学姐的女人，简直是太美了。她是洛野从江城陪我回来的朋友，我被学姐认可了，我已经是学姐的朋友了。能让范范说出朋友这2个字的男生，他还是第一个。快进来吧，给你们留着晚饭呢。”说着，范新雅咳嗽了2声，看起来确实身体不算好。走进房间后，洛野站在桌子前，看着眼前丰盛的晚餐，眼睛都快变成小星星了。我们范家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娃，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伙，竟然能陪在范范的身边。别看了，吃饭。范建讪讪一笑，他们范家的男人基本上就没什么地位。他小时候听妈妈和妹妹的话，长大后听媳妇的，现在他还要听外甥女的。好在他有个儿子，地位并不是最低的。不过看着洛野，范建突然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。范新雅看向了苏白舟，随后神色一愣，只见苏白舟也在看着洛野，而且那神色，范新雅的嘴角怎么也抑制不住。她还以为自己的女儿会单身一辈子呢。这是我儿子的房间，他出去工作后就空出来了，你就睡这吧。好的，舅舅。舅舅，喊谁舅舅呢？他回头看了看隔壁房间，隔壁就是范新雅跟苏白舟的房间。他们这个院子一共有3个房间，他跟他妻子的房间，他儿子的房间，以及一个空房间。他把范新雅从杭城接回来后，后者就住进了空房间。原本如果苏白舟回来，他会住在洛野的这间，但既然有洛野在，苏白舟就只能跟他妈妈睡一张床了。箱子，你看上我家范范哪了？听到此话，洛野露出了一本正经的表情。在舅舅面前，他是不敢隐瞒丝毫的。他都来学姐家里了，要是还说不喜欢学姐，那么他能猜到，下一秒他就会被舅舅赶出家门，以至于洛野的心情无比紧张，称呼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注意到。
不知道，说不出来。但学姐真的很优秀，只要一提到学姐，关于学姐的任何事情我都喜欢。听到此话，范建深以为意的点了点头。没错，他家范范确实是如此的优秀，但他妹妹的婚姻并不幸福，所以关于他外甥女的人生大事，他身为舅舅一定要严格要求。小子，你家里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我小姨和小姨夫是开公司的，他们在做游戏软件。谁问你小姨？我问的是你父母。父母？我没有。什么？我没有父母，我不记事的时候他们就牺牲了。看着眼前青年神色如常的表情，范建愣住了。无论如何用一句话让范建内疚不已，洛也做到了。此话一出，范建心里就跟针扎了一样，难受的一批。等等，这小子说的不是去世，而是牺牲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的牺牲是一个凶犯为了报复我们，袭击了出生没几个月的我以及我的母亲，为了保护我，父母就双双牺牲了。可恶的罪犯啊！孩子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舅舅，就是你的亲人。我刚到仙女学姐老家做客，却没想到竟被她舅舅当成犯人来回审问，不仅把我的情况刨根问底，就连家里人的也没有放过，都问了一遍。我凭借着真实的情感，成功让学姐的舅舅认可了我。虽然他的地位还不如家里的大皇，但我知道这离我追到仙女学姐更近了一步。终于被一个人认可了，学姐真是太美妙了。洛也被尿意憋醒，迷迷糊糊的穿上拖鞋，打开房门，来到院子里。厕所在哪里？味道真重啊！我来保护你，学姐。学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学姐，你身体这么软，真是太幸福了。你抱够了吗？洛也感受到苏白舟的身体紧贴着自己，心跳加速。苏白舟的脸更红了，但他没有推开洛也。片刻后，苏白舟轻轻起身整理衣服，洛也尴尬的连忙跑了回去。范建给众人买了早饭，放在餐桌上，平均每个人不到5块钱就能吃饱，这样的价钱是城市中羡慕不来的。范建在城里是有房子的，这一次只是因为处理妹妹的事情才回到了村里，而苏白舟的舅妈，也就是他的妻子，并没有回来，而是在城里上班。两人的关系就像是一瞬间降到了冰点一样，但却没有剑拔弩张的那种感觉。小野看起来身体有点差呀，多补充一些蛋白质。谢谢阿姨。小野呀，你跟我们范范是一个学校的，平时多照顾一下范范。这丫头作息时间不规律，你们虽然年轻，但也要为以后考虑啊。您说的是，阿姨，我一定会经常提醒学姐的。范新雅的身体就不好，年轻的时候是个工作狂，女强人，在公司中也是极受欢迎的人，所以才会引起丈夫的不满。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女强人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比自己强的女人。舅舅，咱们去哪里？走，咱们去镇子上。听到舅舅这2个字，苏白舟转头看了一眼洛野，但并没有说什么。昨天范范说你没有坏洗衣服，今天舅舅带你去镇子上买2套。今天是镇子很特别的一天，赶大集。今天的苏白舟穿得很简单，普通的白色上衣长袖，简单的黑色宽松长裤。她没有化妆，头发扎了一个丸子头，盘在了后脑勺，看起来有种小家碧玉的感觉。范建接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是范新雅打来的。范建听完电话，面色一变，然后看向了洛野和苏白舟。好，家里有事啊，让我回去啊。行，我马上回去。范范啊，给小野买2套衣服，带着小野逛逛，逛完了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们。话音刚落，电动3轮仿佛变成了摩托车，发出一阵轰鸣声，直接一个360度摆头，瞬间离开了这里。那个学姐，走吧。旁边一个阿姨拉住了洛野，热情地说道：“小伙子，新鲜出炉的大白莲，来1条嘛。”不用了。青州大甩卖，全场9块9。田螺炒田螺，小伙子来1份吗？贱卖，西瓜贱卖，不甜不要钱。四周人的热情让洛野难以招架，他缩了缩脖子，连忙走到了苏白舟的旁边，跟学姐靠得近了一些。他感觉不挨着学姐，他就要被热情的摊主们给拐走了。喜欢什么颜色？两人已经来到了买衣服的一条街，眼前各种衣服都有，眼花缭乱，洛野都快看不过来了。标价十分便宜，洛野旁边的裤子竟然99块钱3条。都行，学姐喜欢什么？这件50块钱卖不卖？多少？砍了6倍，真的不会被打吗？50，小姑娘，成本价都没有啊。这样吧，260，你带走。最多80，实在不行我就走了。150行不行？120、100。根据砍价的机制，洛也觉得学姐要回头了。300砍价到100，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80就80。洛野的嘴巴张成了一个 O 型，整个人都震惊了起来。仙女学姐牛批！洛野在心中给学姐竖起大拇指。随后两人继续逛市场，苏白舟给洛野买了2套衣服，一共花了不到300块。虽然这些衣服都不是很好看，但却都很适合洛野，而且这可是苏白舟给他买的，自带学姐光环。两人又去逛了逛其他的地方，买了很多吃的。今天苏白舟要亲自下厨，昨天范新雅做的饭，看到洛野吃的那么开心，苏白舟心中有些不服气。回去杀吗？我亲手送他们投胎。他们之间的尴尬似乎已经消失了，而且一起逛集市，总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。范建嬉皮笑脸的把洛野和苏白舟接回了家。
今天的午饭是苏白粥和洛野做的，苏白粥做，洛野切菜打辅助，一道道美食被洛野从厨房中端了出来。范新雅和范建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很不错。阿姨、舅舅，你们要是饿了就去吃吧，我去厨房帮学姐。辛苦了，小野。范新雅越看越顺眼，只觉得眼前这个男孩子十分满意。这孩子对我们范范是满眼的喜欢啊。看得出来，姐，你知道他的家庭吗？我们范家嫁女儿，什么时候看家庭了？弟，如果对方富贵，我们范范也足够优秀，完全配得上；如果对方贫穷，我们范范也不可能嫌弃他。不是姐。原来是这样。洛野再次从厨房中出来，范新雅看他的眼神更加慈祥了，仿佛洛野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样。电话声响起，范新雅拿起手机，看到来电人后眉头一皱，范建直接抢过手机接通电话，怒道：你还有什么脸给我姐打电话？新雅，周周是不是在您那里？范范是我外甥女，她在不在我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跟我妈妈离婚，我会跟我妈妈。苏白粥挂断电话，面色平淡的回到厨房。范建和范新雅愣在座位上，随后对视一眼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虫子都害怕的仙女学姐，却没想到杀起鱼来竟是得心应手，不仅几下子将鳞片剥得一干二净，就连鱼被开膛破肚之后都还活着。看着学姐如此高超的刀工技术，我也不由得更加卖力的烧起了火。没过多久，一盘盘的饭菜就被端到了桌子上。这是我和仙女学姐两个人的成果，虽然并没有帮什么太大的忙，但看着这丰盛的午饭，心中也十分满足。午饭过后，邻居家要去收玉米，范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还带上了洛野。对于洛野来说，这是一次神奇的体验，让他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。这2天的时间，他都在田里收玉米。他朴实的性格也受到了街坊邻居的喜欢，最终他获得了200块的酬劳。比起每个月将近几万块的稿费，这200块的现金反而让我爱不释手。这几天的时间，他已经彻底跟其他人熟了起来，甚至变成了村子里的孩子大王。奥特之王，我等你回来。我奥特之父也等你回来。我迪迦也等你。洛野哥哥，我长大以后要嫁给你。闻言，苏白粥的脸色黑了下去。洛野浑身一颤，只觉得身旁仿佛出现了一股杀气，让他坐立不安。他看向杀气的来源，只见苏白粥面无表情地看向别处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范范，过阵子要转寒了，多买几件衣服，别感冒了。妈你也注意身体。也许来自父母的关心都很简单，对于子女的学业和工作，他们帮不了一点，所以只能让你注意不要感冒，平时要好好吃饭。妈，跟他离婚吧，我会站在你这边的。我知道，等我在家里休养一阵子，我就回去跟他谈这件事情。姐放心吧，这2个孩子都挺懂事的，咱们范范有小也照顾呢。舅舅，哈哈，开个玩笑，走哦。3轮车还是那么夸张，明明是电动车，却给人一股喷出尾气的感觉，在原地留下了一层被溅起的灰尘。来到车站，2人坐上了回江城的列车。苏白粥和洛野仿佛又恢复到了之前在学校时候的样子，2人坐在各自的座位上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学姐别难过，坏的不走，好的不来嘛。我没有难过。那学姐为什么板着个脸？我不一直是这个样子吗？只是这几天她在妈妈面前表现得像个乖女儿一样，所以突然回到了以前的样子。洛野有些不适应了。洛野的眼睛很漂亮，而且有一股清澈干净的气质，那双眼睛仿佛没有被世俗污染过，透过眼睛就能看到它主人的想法。学姐在我面前，你可以不用那么累的。你可以住在那里，不过仅限于今天、明天和后天。那假期结束呢？那就看你这3天的表现了。我会在这3天表现得像个完美男人一样。今天晚饭你去买食材吧。我买？对，你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，买回来我做。周周啊，放假都没联系我，这2天要不要来我这里玩？不了，这2天我有事。你有事？你在江大有什么事能比我重要？现在当然是你最重要，不过明天我有事，后天再去找你吧。什么叫现在我最重要？难道以后我不是最重要的了？周周，我感觉你突然变了。我没变。周周，如果一个你很熟悉的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真相只有一个，能让人快速变化的是恋爱。无聊，死鸭子嘴硬。我没有。还说你没有，你分明就是爱上他了。怎么还没回来？帝王蟹特价588一斤，特价了。给我来只帝王蟹。小伙子有前途，年纪轻轻就吃得起帝王蟹了。有女朋友没有啊？没有，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可惜了，我还说把我女儿介绍给你呢。哈哈哈，老板娘真会开玩笑啊。看样子你不只对厨艺一窍不通，连对食材也没有概念。学姐，不过这么多应该够做很多东西了。苏白粥走进厨房，系上围裙，洛野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。下次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便宜的食材我也能做得很好吃。知道了，学姐。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，2颗心不知不觉间靠得更近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今天过年呢。看来追女孩子不能急于求成，还是要脚踏实地，用平常心去对待。
学弟来帮忙。来了，学姐。因为只有2个人，苏白舟并没有做很多，但他已经想好了如何处理剩下的食材。晚饭过后，苏白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洛野去厨房洗碗。洛野洗完碗后也坐在了沙发上，两人分别坐在沙发的2头，表面上看着电视，心思却各有所属。你家里很有钱吗？我有兼职，所以赚了一些。下次不用买那么贵的。知道了，学姐。睡觉吧。10月初的天气，即便不盖被子也不会觉得冷。凌晨12点半了。洛野偷偷摸摸地打开房门，探了个脑袋，卫生间的灯亮着，里面有个曼妙的身影正在洗澡。学姐这个时间在洗澡啊？洗完澡的苏白舟仍在工作，苏白舟的兼职任务只完成了70%，他决定继续加班。看着仙女学姐房间的灯终于熄灭了，洛野也爬上了床，闭上了眼睛，开始睡觉。1笼小笼包，2根油条，2杯豆浆，2个茶叶蛋。你每天都这样吗？还好吧，熬夜久了，早起就会很困。学姐，你什么时候买的早饭？晨跑回来买的早饭。谢谢学姐。不知为何，苏白舟很喜欢看洛野吃饭。这家伙吃饭的时候可可爱爱的，似乎整个人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吃的上面。以后一定要跟学姐一样，每天晨跑锻炼身体，省得以后老了身体不好。我刚到仙女学姐的老家做客，却没想到竟成了秋收的主要劳力。不仅每天掰苞米累成了生产队的老驴，就连那工资也只有小小的几百块。但是这几天也拉近了我和学姐之间的距离，并且成功得到了入住学姐公寓的机会。看着同处屋檐下的2人，我不由得开始畅想以后的美好生活。我得努力追到仙女学姐，加油！看家，我很快回来。我不是在码字，就是在码字的路上，可真是一个勤劳能干的码字小能手。男主角会喜欢上女主角，后者也会逐渐爱上前者。我一个单身18年的人，竟然在写恋爱小说，真的是一件神奇的事情。今天上午的码字任务结束了。洛野坐在椅子上，准备刷短视频，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呀，这不是我们小爷爷吗？小姨，你好。小爷爷1个月没见到小姨了，也不知道给小姨回个电话。小姨真的好伤心呐。没，太忙了，哈哈哈。小姨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很不好，我就一个小外甥，这1个月我每天都在想我的小外甥在学校里住的好不好，吃的好不好。顾明轩那个王八蛋竟然在你开学的时候出国了，真是气死人。小姨打电话是什么事啊？什么？小爷爷，现在我只能有事才能给你打电话吗？你这样说真的是伤透了小姨的心呐。小姨，不是的，我每天也在想着小姨，小姨随时都能给我打电话。小爷爷呀，今天是你的生日了，你又没有回家，我和老顾想着送你什么礼物呢？小姨，你跟小姨夫把我养大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。那不行，我陈少曼的大外甥过生日，怎么能没有礼物？老顾，把你公司50%的股份分给小爷爷。宝贝，我虽然是董事，但我自己都没有50%的股份呢。我不管，你去想办法。你怎么还不去行动？你不爱我了？小姨夫，我先挂了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是我现在在江城，室友们都不在，看样子迈入19岁的这个生日，只能我一个人过了。周周，我们医生可就只有这1天假，我可是用来见你了。说吧，什么事找我？你现在还只是个实习医生吧，跑腿的那种。当医生哪有那么容易？没个几年的历练，我可做不了手术。夏夏，平时你男朋友过生日，你都会送他什么？男朋友？你说哪个？礼什么？那个分了。你说什么？送男朋友生日礼物？你要送谁？你哪来的男朋友？只是男性朋友而已，而且我只是帮朋友问的。你帮哪个朋友问？我记得你在江大可就一个朋友。没错，是秦玉文。不过我并不准备戳穿你，文文有喜欢的男生了啊。如果他想送他礼物的话，首先就要清楚那个男生喜欢什么。洛爷喜欢什么？笨蛋周周，我猜那个男生喜欢的肯定是文文啊。你让文文把自己送给他，不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？不愧是谈了10几个男朋友的恋爱大师，但文文可是黄花大闺女。但怎么说话呢？虽然我谈得多，但都是网恋，我也是黄花大闺女啊。冰山女神，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苏白舟，你也有今天。周周，既然你诚心实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对付男人最重要的不是送什么，而是心意。什么样的心意才能让男人充满兴趣，让他这个生日过得与众不同？我告诉你答案，那就是特殊感。你要送他多不，文文要送他一件只有他才能收到的礼物，除了他，其他人都收不到，这就是特殊感的心意。你这不还是让文文把自己送给他？哎呀，周周，你怎么不开窍呢？独特的感觉并不只有这一个。来，走，我带你逛商场挑礼物。给沈乔求的平安符，反正也没事做，今天刚好给沈乔送过来。只是为什么沈乔给的地址是江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？洛野疑惑地走了进去，根据沈乔给的地址，来到了一间病房。病房中，沈乔正在给一个女孩按摩着身体，女孩长得很漂亮。沈乔给她看过照片，
女孩的长相跟照片上没什么区别，唯一的不同就是照片中的女孩乐观开朗，笑颜如花，眼前的女孩身穿病服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洛爷，进来吧。沈乔兄，这是小泪，我女朋友，植物人。原来男明星真的有女朋友，他没有义务陪在小泪的身边，更没有义务替小泪支付一切的费用。但我们两人原本约定好，一起考上江城的大学，一起幻想过未来美好的生活，一起成为正常的情侣，将高中的遗憾补回来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约会，一起旅游。如果我是沈乔，又怎么可能甘心看着自己最爱的女孩一辈子只是一个植物人？贼老天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在做什么？洛野心情有些差，离开医院后随便逛了2圈，准备回家属楼。这不是长腿萝莉柳冰心吗？洛野偷偷摸摸地跟在了2人身后，一路来到了女寝门口。此时洛野的距离已经能听到他们2人的谈话了。谢谢学长去机场接我，一路帮我提行李，真是麻烦你了。这周末我请你吃饭吧。学妹不用客气，要不今晚我请你吃饭吧。今晚的话，就是上周老师布置的作业我还没有写完，后天就要上课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这点小事我来就行。这样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交给我。那学妹，今晚校门口不见不散。这是什么段位？就连眼前这位学长都被柳冰心牵着鼻子走，帮对方做作业，还请了对方吃饭，最后还笑呵呵的，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人呢？我来了。室友拼命追到的冰冷校花，却没想到竟是隐藏至深的高级海后，不仅把身旁的舔狗们弄得团团转，就连男朋友她也同时交了好几个。好在我国庆没回家撞到了这一幕，为了室友的终身大事，我决定悄悄跟踪录到一些证据。不料这时仙女学姐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没办法的我只能就此作罢。教练啊，还是等开学再说吧。想到洛野连忙赶回教师公寓，客厅中静悄悄的，但苏白舟房间的灯是亮着的。学姐，你怎么穿了高跟鞋？学姐，这是你的生日蛋糕，带上许愿。我希望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我希望仙女学姐也喜欢我。你许了什么？说出来就不灵了。也对。洛野打开客厅的灯，苏白舟微微一愣。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只见面前的苏白舟穿着黑色的吊带短裙，露出了白嫩光滑的整条双臂，再加上高跟鞋的陪衬，苏白舟的双腿如同艺术品一样白皙笔直，让人挪不开目光。学姐，你这是好看吗？好看。听顾教授说你在家里天天敲键盘，所以这个送你。谢谢学姐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从他接过这个键盘的那一刻开始，不久的未来，他的膝盖会和这个粉色的键盘绑定深厚的情谊。你行吗？我肯定行。那个人是谁啊？江大副院长，我师爷。江大副院长这么厉害。这一天是江大返校的日子，晚上他们班要集体点名。洛野为了和仙女学姐一起晨练，特意起了个大早。吃完早饭，2人回到教师公寓家属楼。洛野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我多半是要被赶出家门了。学生会要换届了，最近我很忙。换届？大4要实习，所以我们大3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会将职位给大2。学姐已经大3了，再过不到1年就要实习了。学姐，我这几天的表现怎么样啊？你猜。洛野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收拾好行李，带上冰箱里的盒饭，将粉色键盘装进包里，来到门口。以后一定要理直气壮地住进来。515寝室空无一人，洛野是第一个到的，得赶紧跟教练说这件事。教练，我有事一会儿再说。洛野兄，陈哥找我。班长真是忙。哈哈哈！儿子们想死爸爸了。夜娃子，教练不是在群里说他到了吗？人呢？去忙了。锤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有事？卧槽！夜娃子，你谈恋爱了？不是，是另一件事情。你小子少在我面前污蔑冰心美女，虽然她现在已经是教练的女朋友了，但我突然觉得她更有味道了。嘿嘿嘿！哦对了，这事别告诉教练，我怕他打我。你这是舔狗啊，竟然不信兄弟。教练的情商很低，不经历这种事情，他又怎么可能会成长？不给教练长记性，以后还会有第2个、第3个渣女接近他。那我们什么也不做吗？如实告诉他就好了，至于他怎么想怎么做，就要看他自己怎么决定了。夜娃子，别转移话题啊！你这粉粉嫩嫩的穿搭是怎么回事？耶，这衣服不料有点垃圾啊！你小子不是去杭城了吗？怎么还抽空进翠儿了？你说什么？这衣服垃圾？洛野和王大锤开始闹着玩，沈乔趁其不备，将王大锤的裤子扒了下来。谁偷袭老子？小鸟，老子干死你！王大锤，你他妈真够变态啊！夜娃子，还有你！锤兄，对不起了。洛野兄，但他3人整理好衣服，寝室中一片狼藉。走，签到去。走，点名开始了。李浩洋站在讲台上，教室的第1排中间坐着洛野、沈乔和王大锤，与李浩洋近距离对视。徐小佳到，洛野到，张三到，李四到。你这是在嘲笑我吗？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走吧，去吃饭。今天怎么不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吃？他说他有事，管他呢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走，我请你吃牛肉面，多加葱花香菜。
回寝室，我有好吃的。哟，挺上套啊，野娃子，这是盒饭，你丫的说这是满汉全席我都信。落野兄，这不像是饭店做出来的，你也没有回家。说吧，谁给你做的？学姐做的。原来是学姐，又是学姐，教练啊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有点印象，我有次晨跑的时候看到落野兄身边有个女生，但没看清是谁。野娃子，到底是谁啊？神神秘秘的，我还以为是唐恩琪，那可是新生校花，还跟你是高中同学。唐恩琪，我高中确实喜欢她，但是现在不喜欢了。呦，野娃子，我们可是知道的，你就是为了她才来江大的，没有她，你甚至都不会认识我们。如果没有唐恩琪，我还会遇到仙女学姐吗？你小子不会真的对唐恩琪还有念想吧？我告诉你，恩琪妹子是我的。去你的！天天这个是你的，那个也是你的，有种你去泡他们啊！落野心中明白，唐恩琪现在被一位名叫高玉明的富二代追求。这位高玉明不仅身强体壮、帅气非凡，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成员。相比之下，王大锤显得有些逊色。看来王大锤要失望了。这盒饭真是太好吃了，拿下！小意思，你为什么想加入学生会？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。是吗？下去吧，是否录取一会儿会通知。学姐，苏白舟不喜欢唐恩琪，从这个大一新生的眼神中，他看到了名为野心的欲望。这种人永远不会安于现状，他会拼尽全力向上爬，爬到那个令所有人羡慕的位置。但在学校，他的目标是学生会长；在外面，他的目标就会是总经理，甚至是总裁。他永远也不会满足，想将一切美好的东西纳为己有。然而，他还太嫩了，嫩到被苏白舟一眼看穿本质。全寝第一个脱单的情感高手，却不料竟成了被人玩弄感情的小丑。不仅头上顶了10几层绿帽子毫不自知，就连室友们把真相摆在面前，他也不敢相信。看着室友这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我恨不得有一种上去暴揍一顿的冲动。教练，你得相信我们，那个柳冰心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。我不信，冰心那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是个海后？不信啊？还记得上次去商场，冰心妹子说下次带上沈乔吗？你要不要让男明星去试探一下？一会儿要不要去逛操场？困了。沈乔也去。唐恩琪有兴趣，我还是陪他去吧。落野兄，你认识唐恩琪？你觉得唐恩琪会对沈乔兄有兴趣吗？可能会吧，不过他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表达出来，所以走。4人整装待发，穿上最帅的衣服，就像走秀一样，直奔操场而去。傍晚的操场有很多社团活动，唱歌跳舞，还有一些社团在做游戏，不少男男女女在跑圈减肥，还有一些学生制作手工艺术品，在操场上摆摊赚生活费。好帅，太帅了！我的天啊，这就是新生校草吗？一群女生跑了过来，将沈乔团团围住，很快就把她挤走了，只剩下落野3人，孤零零的留在原地，看着不远处如同众星捧月一样的沈乔，3人都露出了无语的表情。男明星，不愧是男明星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人物。没有男明星撑场子，我们戴着墨镜就跟盲人一样。很快，2个熟悉的身影朝操场走来。长腿萝莉柳冰心，新生校花唐恩琪，2人的到来也吸引了很多目光，尤其是在操场跑步的男生，一个个的跑得更起劲了。不过唐恩琪2人的旁边竟然还跟着一个男生，这个男生在江大新生中也非常有名，名叫高玉明，就是在新生群里炫富的富二代，江城本地人，在市中心有别墅的那种，人傻钱多性子直。如今新生3大风云人物齐聚一堂，沈乔、唐恩琪、高玉明、落野3人此时变成了小虾米，在人群之中一点也不起眼。沈乔呢？那里，沈乔正被7、8个女孩子围住要绿泡泡。不愧是校草，竟然这么受欢迎啊！浩洋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回去睡觉了。他什么意思？可能是心情不好吧。都是一起来的，你们竟然也不帮帮忙？受欢迎还不好吗？沈乔同学，认识一下，我们是你的同班同学，我叫柳冰心，他叫唐恩琪。我是沈乔。柳冰心似乎对沈乔更感兴趣了，放得更开了一些，但还没等他说些什么，沈乔已经转身带着落野一起离开了这里。冰心，林浩洋不是你的男朋友吗？你怎么还对沈乔有兴趣？喜欢帅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虽然我现在的男朋友是浩洋，但以后并不一定是啊。冰心，你活得可真潇洒。琪琪，在这个时代，认真去爱一个人，可是会输得很惨的。我请你吃饭啦。这么晚了，走，免费的大餐为什么不吃？走吧。2人走在前面，高玉明嬉皮笑脸的跟在身后，李浩洋裹在被子里一言不发。人与人之间的悲伤并不相通，515寝室不大，但人性的险恶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。又多了个单身女性，我王大锤的后宫佳丽，哈哈哈哈！高兴，唱歌，兄弟们嗨起来！王大锤高兴的样子跟李浩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落野和沈乔一脸无语的看着这一幕。鸡吃，这是他跟秦学姐打游戏的暗号。至于为什么现在是苏白舟发来的，可能因为他们是室友，秦学姐告诉仙女学姐的吧。工作一天的苏白舟约落野打游戏。开好，
开始游戏，进入跳伞，两人直接跳了全图人数最多的地方，开始乱杀模式。野麻子，你竟然背着我们偷偷打游戏，你还在带妹，带我一个，我也要带妹。因为用的是秦玉文的好，所以此时在洛野的眼中，苏白舟的游戏技术很菜，他账号的数据跟人机没什么区别，可能连小学生都不如。洛野在手机屏幕上撒一把米，鸡都比他玩得好。在这种前提下，再来一个人机王大锤，洛野只会觉得压力山大，所以果断拒绝了王大锤的请求。但进入游戏后，洛野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。仙女学姐不仅长得漂亮，就连游戏技术都十分厉害，和秦学姐一样厉害。想想也是，秦学姐跟仙女学姐同一个寝室，肯定也经常打游戏，实力相近也是正常的。这账号的历史数据和战绩为什么如此菜鸡？结束这局比赛后，王大锤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。野麻子，这就是你最近心心念念的学姐吗？对呀。话音刚落，洛野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惊慌失措地将游戏的麦克风关闭。完了，被学姐听到了。而在教师公寓中，听到这句心心念念的苏白舟微微一愣，随后他笑了笑，打字问道：“还来吗？”来。跟仙女学姐打游戏，洛野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的。唐恩琪登录游戏，看到洛野在线后，眼神动了动。他知道洛野打这个游戏很厉害，高中的时候他自己也跟对方一起打过，也知道对方有个游戏搭子叫做爱吃火锅，但那只是网友，连性别都不怎么清楚。下局一起玩嘛？对方已拒绝你的预约请求。拒绝，这还是我认识洛野以来第一次看到拒绝这2个字。为了此时正在跟他双排的女生拒绝我吗？洛野可以不喜欢我，我能接受这一点，但我接受不了洛野去喜欢别人。我的东西我可以不要，但别人也不能捡走，尤其我还对洛野有好感，难道就这么要失去了吗？这个高玉明仗着家里有点钱，整个人都是飘飘然的，而且他还不停的骚扰自己，这样对比的话，洛野除了家境不如这家伙以外，其他方面不知道比他好了多少倍。寝室中，柳冰心不在，他们跟高玉明出去吃完饭后，柳冰心就跟另一位学长去溜达，那是大3的学长，名叫帅坤，之前追求唐恩琪，但发现无果后，就去追求柳冰心去了。大学虽然美好，但林子大了，就少不了这种人渣。用情至深的直男室友，却没想到付出的真心全部成了笑话，而且头顶上早就变成了青青草原，甚至他竟还是最后知道的那个人。回想着和女朋友过往的一幕幕，直男室友便更发变得痛苦起来，就连一直坚持的跑操都不再进行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先去晨跑，你们慢慢来。洛野，你又去晨跑？是的，今天早上没课，我要去锻炼身体。李浩洋怎么还没起床？看来还是没缓过来啊，我先走了。洛野离开了寝室，朝着操场走去。奇怪，仙女学姐今天没来吗？你在做什么？学姐，好巧啊，你也来晨跑吗？是挺巧的。学姐按照平时的节奏就好，这次我不会让你了。那就试试看吧。你没课？上午有1节，下午有1节。学姐呢？我1周只有6节课。大3真好啊，课这么少。对了，学姐，学生会的换届结束了吗？还没。哦，那学姐加油。洛野已经跑了6圈，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。别着凉了。谢谢学姐。下次晨跑记得带毛巾。学姐呢？我去买新的。那学姐一起去吃早饭吧。好吧。学姐，人多，我社恐。你社恐？是啊，我社恐。那你去排队买早饭，你确定买对了？学姐，这是我记得你在家属楼买过的，肯定没错。好吧，以后就按这个标准。两人开始享用早餐，气氛轻松愉快，有人照顾的感觉真好。学姐，我回寝室了，第2节课10点20开始。好，路上小心。徐小佳。哼哼，还问我在干嘛？我可是看到了，你跟一个漂亮女孩一起从食堂里出来的。说吧，那是谁？那是我的一位学姐。学姐，你该不会是在追她吧？想不到嘛，你这家伙竟然是个纯情仔。哦，对了，班长怎么没跟你一起啊？我记得他也有晨跑的习惯。这你都知道，没少下功夫啊。那当然，那可是我许大小姐看上的男人。浩洋兄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快分手了。竟然有这种事，那确实挺难过的。等等，什么？你说什么 ？What？ 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笑死我了。他什么时候谈恋爱了？就7天假之前，放个假就快分了。碰到渣女了，哈哈哈哈！你不该伤心吗？你喜欢的人跟别人在一起了。你不是说快分了吗？不过还是搞笑啊，趁我不注意谈了个恋爱，还他妈快被甩了。哈哈哈哈！活该，谁叫他不选我许大小姐？洛野看着眼前的小个子女生，变得有些怀疑人生了起来。女寝中走出了2个女生，正是唐恩琪和柳冰心。洛野同学，还有小佳，早了。早。许大小姐，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朋友吗？不把你的大小姐脾气收一收，小心大学4年一个朋友也交不到。不劳你操心，如果交到的朋友都是你这样的，那我宁愿一个人上完这个大学。这小个子还不知道柳冰心就是李浩洋的女朋友吧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尽管做好自己吧，看看谁受得了你的脾气。洛野同学，你昨天就是跟他打游戏吗？
你在为什么啊？管天管地，你还管得到我们小落叶？传说中的新生校花，不会是暗恋我们小落叶吧？落叶第一次看到女生吵架，实在无从下口，半句话也插不进去。落叶同学，一起吃饭吗？我吃过了。落叶同学，下次见。现在就算那个少年已经不喜欢我了又如何？从小到大，我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再给落叶希望，以我的魅力，没人能拒绝。整个江大，除了那位雷厉风行的学生会长，被誉为冰山女神的苏白舟，我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小落叶，你认识这个白莲花？白莲花？对，你小子不会喜欢这朵白莲花吧？不是，以前喜欢。你这么坦诚，可是会被骗的。我小姨也这么说，所以我成为了小说作者。只要不跟人打交道，我就不会被骗。对了，刚刚说到哪了？对，班长还难过吗？要不今晚喊他出来吃个饭？不好吧，人家还没分呢。什么还没分？包弟，你刚刚说过只是快分了，到底是哪个渣女在玩弄班长的感情？就刚刚过去的那个柳冰心。什么？说起来，你跟柳冰心、唐安琪是室友。竟然是这个小浪蹄子！你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话？忘了这还一个男的，分了记得跟我说。落叶回到寝室准备躺一会儿，然后就要去上课了。第一节没课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睡懒觉。如果一个上午都没课，大多数人会选择睡到中午。教练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吗？我在问你。我不知道。这是悲伤过度，脑袋死机了。看到李浩洋的样子，落叶想到了高中毕业，自己拿到江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。教练，晚上喝酒吗？听到喝酒2个字，李浩洋似乎有了动力，他的眼睛变得精神了起来。好。难过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要独自难过。而教练，还有我这个父亲在。今天加1节晚自习，上形势与政策，明天行政老师请假了。李浩洋身为班长，这一天都是睡过去的，毕竟他通了个宵，直到现在都没人告诉柳冰心，李浩洋到底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。冰心学妹，一起去吃晚饭吗？他刚准备拒绝，就听到一声剧烈的拍桌子的声音。吃你妈晚饭！兄弟们，打他！4人一顿拳打脚踢，帅坤狼狈不堪。富二代刚开口邀请美女吃饭，却没想到竟被周围同学一通暴锤，而且每个人的拳头还特意往脸上招呼，甚至被打之人已经求饶都不见放手。柳冰心是我们请教练的对象，你能不能注意点分寸？而他们口中的柳冰心此刻站在教室门口，目睹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。浩洋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教练，息怒啊！大哥，看清楚，你要打女人啊！冰心，在大学中打架，后果就是有可能会被记过，后面的评优评选、奖学金等等都不会有了。臭娘娘腔！教练，哥几个有难同当，不怕。没错，柳冰心，我们分手吧。你就因为这个要跟我分手？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分手吧。李浩洋坚定地结束了这段关系，带着兄弟们离开了教室。喝酒吗，兄弟们？喝，必须喝。但是晚自习有1节课，没有旷过课的大学生活是不完美的。不愧是男明星，说得好有道理。走，晚自习而已，我班长带头旷了又如何？4人决定享受这一刻，暂时抛开学业的压力。老师呢？老师吃饭去了，你有事？几个新生打的，这一届的新生真是太无法无天了，必须开除。谁打的？这件事很严重，我会严肃处理。计算机专业的，其中一个是那个有名的新生校草，他们一个寝室的把我打了。新生校草？新生才开学1个月出头，你身为学长还是学生会的干部，应该大度一些。依我看，这事就过去了。苏白舟，你看看我被打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是男生，这点小伤应该没什么问题才对。挨打的不是你，你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帅坤无奈地离开了办公室，心中满是不甘。你在做什么？贫僧唐玄野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准备去西天取经。苏白舟看着落叶的回复，心中不禁莞尔。落叶已经喝了不少酒，但他仍然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清醒。不，我不是落叶，我是浪里小白龙。不对，我是唐玄野。大师兄，八戒，叫我师傅。妖怪，大师兄被师傅抓走了。哈哈哈哈！什么柳冰心、九妹妹，我还是最喜欢你们！哈哈哈哈！狐狸精，放过我大师兄！大师兄，师傅来救你了。这3个人在搞什么？沈乔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还是选择了记录下这搞笑的一幕。他们已经喝了1个半小时，落叶喝了1箱，沈乔喝了2箱，王大锤和李浩洋各喝了2瓶。这里是西天，仙女学姐来了。沈乔搂着李浩洋和王大锤径直回寝室，留下落叶一个人站在校门口。落叶呆呆地看着学校门口的保安，红着脸问道：施主，贫僧是来取经的，麻烦来开一下门。你小子喝多了吧？见过耍酒疯的，没见过觉得自己是唐僧的。没错，贫僧就是唐玄野。行了，赶紧进去，被学校领导看到肯定要骂你的。学校领导？你是说如来还是观音？是苏同学呀，那个谁，赶紧进去，这可是你们校花，丢人都丢到校花面前了。我们认识。施主，贫僧乃出家人，不能留在女儿国。哦，在你眼里我是谁？女儿国国王。
这里不是西天，这里是女儿国，走，回家。我要取经。不取经了。不取了。不取经，跟着我做什么？去成亲。不当和尚了。不当了。不知道这小学弟会不会记得今天的事情？施主，贫僧累了，此乃何物？用来做甚？这是莲子汤，用金蝉子的佛珠做的。我的佛珠？吃不吃？不吃我倒了。吃。娘子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？你是不是搞错了先后顺序？要先成亲才能叫娘子。我知道了，先娘亲，然后再成子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学弟怎么突然靠过来了？苏白舟第一次与男生如此近距离接触，他感到既紧张又陌生。这小家伙仔细看的话，长得还是挺帅的。苏白舟将落叶扶到床上，轻轻盖上被子，关上门。这一夜，同一屋檐下，一人熟睡，一人彻夜未眠。落叶半夜被尿意憋醒，迷迷糊糊地走进厕所。这是哪里？酒后遗症，酒精害人啊！落叶摇摇头，感到一阵困意涌来，他倒在客厅的地上，四仰八叉地睡了过去。苏白舟好看的眉头轻轻一皱，蹲下身子，对着落叶的睡脸疯狂拍照。拍了几张后，他挑了一张最丑的，发给了顾明轩。爱徒，我老弟做了什么错事，竟然被你赶到地上睡觉？要我说，小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真没必要。快起床，再不起床的话，就赶不上学姐的晨跑了。闹铃响到第3遍，落叶猛然从地上坐起来，吓了苏白舟一跳。哎呀，完了，晨跑要迟到了。咦，学姐，你坐地上干什么？你昨晚没回寝室。学姐，我昨天没回寝室吗？你室友把你扔在学校门口就走了，然后你一路跟着我来到了这里。我喝断片了，啥也不记得了。学姐，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你昨天只是一直喊着女儿国国王的名字，然后还嚷嚷着要跟他成亲。学姐，天地良心啊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女儿国国王，我心里就只有什么？只有你。虽然他昨晚听到了落叶的梦话，但此时此刻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学姐，哈哈哈哈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先走了。开局给学弟送进局子的仙女学姐，竟将喝醉的他领进自己家过夜，不仅用手机偷拍起来男生睡觉的丑照，还亲自上阵给学弟摆起了各种姿势，搞得落叶醒来的时候直接愣在当场，甚至说话也变得磕巴起来。随后反应过来，便害羞的迅速冲出门外。学姐，我先走了。小学弟想追学姐，难度可是很高的哦。喝酒误事，酒精害人啊！以后再喝酒我就是狗，没有被删就好。落叶突然听到身后的动静，苏白舟从单元门里走了出来，一言不发地从他身边走过。学姐，我请你吃早饭啊。苏白舟脚步一停，回头看了一眼落叶，没有说话，但点了点头。昨天是不是打架了？学姐，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打架？他追求一个有男朋友的女生，那个男朋友是我室友，我觉得他该打。有理有据，打得好。不过打架是不对的，以后要学聪明一些，不要留下后患。我知道了，下次我一定干净利索的让他无法开口。苏白舟一阵哑然，但没有再多说什么。吃饭吧。学姐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我有课，改天请你吃饭。落叶小跑着离开食堂。看不起谁啊？我秦玉文决定不再摆烂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没机会了，我们已经大3了，你学不到知识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考研。考不上啊？你太毒舌了，以后有了男朋友不得给人家打击的怀疑人生啊。不会，怎么可能？就你这个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不会，绝对有问题。周周，你这么着急搬到教师公寓，是不是因为男人？你在教师公寓藏男人了？就是这样。周周，你太奇怪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学校的男生你一个也看不上，你是不是网恋了？我没有谈恋爱。否认就是承认。周周，不要骗我了。上课铃响后3分钟，落叶匆匆赶到教室门口。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迟到？班长，你刚刚点名的时候不是说没人迟到吗？教授，点名的时候落叶同学在厕所。对，老师，我肚子痛，刚刚在厕所。行吧，找位置听课吧。你可真行，真是恨铁不成钢。这不是师爷吗？教授注意到落叶，认出了他。最后来的那位同学，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这节课，教授不断提问落叶，最后记住了他的名字。落叶，你来做我的课代表吧。好的，老师。落叶回到寝室，王大锤坐在椅子上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野娃子，你现在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了，课代表的嘞。”锤哥，你什么表情啊？我当课代表，你好像很不服气呀。哼，咱们寝室4个人，一个班长，一个课代表，一个校草，只有我，什么头衔都没有。别难过，锤哥，你可是515的寝室长啊。没错，我还是515的寝室长。儿子们，山高任鸟飞，但永远也不要忘记，我才是515寝室的老父亲。滚！你小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
嘿嘿，野麻子，天天吃鸡新赛季，带我上战神。没空。落叶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离开了寝。既然早上对学姐说了暧昧的话，那我就要负起责任来。落叶混进了会场，蹲在最后的角落里，无人关注。苏白舟正在台上主持，突然看到了角落里的落叶，微微一愣，这家伙又来捣乱了。苏白舟继续主持，公布新一任学生会长的人选刘将来。现场响起一片掌声。苏白舟将话筒递给了刘将来，然后离开了台上。苏白舟找到一个女同学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女同学看向落叶的方向，然后朝落叶走来。这位同学，那边有座位的，请跟我来。啊，不用，我等我朋友出来，不用麻烦你们。小帅哥，就是我们苏会长让我过来的，来吧，蹲着多累啊，过去坐着。谢谢。落叶同学，是你啊，你加入学生会了。落叶同学。嘘，学姐正在讲话。落叶同学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知道。也对，估计整个江大的男生就没有人不知道他吧。我以后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学姐的演讲很重要，我们要认真听。学生会换届仪式正在进行，落叶的目光一直盯着台上的苏白舟。身穿正装的苏白舟非常漂亮，但她的目光偶尔也会扫向落叶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学姐今天真的很漂亮。今天不能掉链子，这么多人在看。苏白舟再次走上台，继续主持仪式。她无意中又看向落叶，发现桌上放着2杯奶茶。有心了。落叶同学，我跟苏学姐认识，你看，刚刚她还在看我呢。你认识她？就是苏学姐面试的我。落叶松了口气，继续听苏白舟的演讲。喂，唐恩琪，这是我给别人买的。给谁？他。别开玩笑了，落叶同学，你知道那是谁吗？你随便找个人乱说的，不想给就不给。我知道，他是苏白舟，我喜欢他，我想追他。你知道，那是苏白舟，来到江大以来毫无绯闻，除了工作和学习，从来没有跟男生有过任何私下接触。就连那么优秀的学生会副会长文之书都入不了他的眼。你别告诉我，你这奶茶是给他买的。你们先走吧。周周，今晚一起吃饭吗？我叫上学生会的其他人，大家一起吃个散伙饭。我不去了。周周，大家一起工作了这么久，就算离开学生会，我们也是朋友啊。不是朋友，你跟我不是一个专业，以后更不会有什么交流，能成为什么朋友？文之书还想说什么，落叶上前一步，抓住苏白舟的手。可到了。落叶拉着苏白舟的小手，认真地看着文之书。